你们两个今天晚上给我好好伺候这个大千千。别紧张，很快就好。别过来！好吗？别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跳啊！敢吗？拦住他！拦住他！我明明被翟娇娇逼得跳楼了，怎么又回到了翟家別墅？磨叽什麼？小姐在前面等着你呢，還不趕緊進去？這是我第一次回翟家被丫鬟嫌棄的情景，我竟然重生了。上一世今天，翟嬌嬌給我深深上了一課，這一世我絕對不會心慈手軟，不就是裝綠茶嗎？誰還不會了？鄉巴佬，想回來跟我爭，看我不陰死！妹妹，你好漂亮呀！姐姐你來啦，我給你準備了禮物。上一世我天真的以為翟嬌嬌是真的歡迎我，沒想到她卻故意摔倒，誣陷是我推倒，讓我在父母心中的第一印象糟糕至極。鄉巴佬就是鄉巴佬，這麼容易中計，那我可就不客氣了。啊！這怎麼回事啊？去報信的那位也應該回來了吧？先生夫人，你們快來，小姐被推倒了。聲月，哎呀，你這是怎麼了？小嬌，難道你不該解釋一下嗎？爸，他肯定是知道你們要過來，所以故意摔倒陷害我的。說的這叫什麼話？爸，你別被他外表迷惑了，他心機得很。嬌嬌，聲月她可是你姐姐，你平時欺負她也就算了，怎麼還能污衊她呢？我沒有欺負她，我也沒有污衊她，她就是故意摔倒的。這個亭子是這個院子裡唯一沒有監控的地方，你選擇在這裡約見你姐姐，難道你不是別有用心嗎？連小磊都看不過去了，跑去把我們喊過來，可見你這做法有多無理取鬧。田磊他明媽，是我自己摔倒的，跟妹妹沒關係，您別責怪她了。你還借着裝好人？你看看你姐姐多懂事，你呀也應該多向你姐姐學習，不要總是耍大小姐脾氣。這些都是你給我們準備的禮物嗎？是我準備了1個月的禮物，雖然不值錢，但每一樣都是我上山採來的。你是說1個月以前你給我打電話讓我接你回來，你就已經給我們準備禮物了嗎？可惜禮物弄髒了，都怪我。不，你能有這份心，就是對爸爸媽媽最好的禮物。詩月啊，你這麼懂事，真是讓我們感到欣慰啊！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融入這個家庭啊。金婚宴我們已經給你準備好了，你哥估計馬上也就到了，咱們進去邊吃邊聊吧。啊，走吧。走。小姐，這個鄉巴佬太可恨，咱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他以為裝綠茶就能在這個家站穩腳跟嗎？真是太天真了。小姐，我們要怎麼做？你現在去找我哥，告訴他我被欺負了。聲月，來看看這些飯菜合不合你胃口啊？我從小到大都沒吃過這麼多好東西，養父養母對我不好，每天幹不完活就不准我吃飯，要吃也只能吃他們剩下的。現在能回到爸爸媽媽身邊，我真是太幸福了。聲月，這些年讓你在外面吃苦了。這張卡裡啊，有100萬，你拿着，以後多買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謝謝媽媽。上一世這100萬可是作為翟嬌嬌摔倒的補償了，這一世有了這些錢，我就能順利展開後面的計劃。翟嬌嬌，我會把你對我犯下的罪行全部都還給你。哎，小芬和嬌嬌怎麼還沒來？真是太不像話。爸媽，這位就是哥哥吧？我們都在等你一起吃飯呢。別給我套近乎，我只有一個妹妹，那就是嬌嬌。
对不起。小范，你这是什么话啊？娇娇是你妹妹，难道申月就不是你妹妹了？两个看看申月多懂事，再看看你们两个，都让你妈给惯成什么样子？爸，就怕某些人表面装可怜，背后阴得很。哥，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今天的事是不是你陷害娇娇，想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哥，我真的没有陷害妹妹。最好别让我抓着证据，否则我饶不了你。小风，盛月，走。盛月他在外面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好不容易才刚回家，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呢？你就是看不惯他。是时候使出杀手鐧了。只要我现在提出离開這個家，把翟家千金讓給這個鄉巴佬，不但能體現出我顧全大局，還能讓爸媽意識到，因為翟聲月回來，正在讓這個家分崩離析。爸媽，哥，求你們不要因為我吵架。我知道我不該回來，可我實在無法抗拒對親情的渴望。我現在就收拾東西回山裡，再也不會打擾你們。真該死，這個綠茶婊竟然搶先一步把我台詞搶了。盛月，你放心，在這個家裡，誰也不能把你趕走。可是，哥哥妹妹好像很不喜歡我。盛月是我的親生女兒，這次接她回來，也是我和你們的爸爸共同做出的決定。以後，你們兩個誰也不准再欺負她。爸，你有沒有想過，咱們翟家千金被替換的這個消息傳出去，會造成多大的社會輿論？這對公司、對嬌嬌會有多大的困惑呀？那也不能趕她離開。申月啊，你這次能回到這個家，我們大家都很高興。但為了大局考慮，暫時可能要委屈你一下，對外宣稱你是我們翟家的養女。只要能跟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我什麼身份都無所謂。申月啊，你這麼想，爸爸感到很欣慰啊，就是怕拖得太久，會引起不必要的猜疑。這樣吧，過兩天我們為你舉辦一個認親宴，到時候通知魔都各界的名流，宣稱你為我們翟家的養女。翟聲月，就算你是真千金又如何？爸爸媽媽還有哥哥，終究還是偏向我的。等到認親宴那天，我會讓你名聲掃地，成為整個魔都的笑柄。雖然我扭轉了爸媽對我的初始印象，但還是沒能改變上一世劇情方向。如果這個養女身份坐實，我將重新陷入被動局面。如今想要破局，恐怕只能去求助那位了。謝謝，你找誰？誰能想到秦氏集團的大少爺會在這不起眼的地方開一家新聞工作室呢？你到底是誰？怎麼找到這裡的？自我介紹一下，我是翟家千金，翟聲月。翟家千金我見過，可不是你啊。這正是我今天要來找你的妹妹。如今翟家那位是冒牌貨，我才是真千金。我希望你能將這件事情曝光出來。就算你是真千金，你憑什麼認為我會幫你啊？在魔都，秦家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翟家。如果這件事情被曝光出去，翟家一定會受到不小的影響，而借此，你的工作室還能獲得一大批熱度。這筆買賣對你來說穩賺不賠。你說的這兩件事確實對我吸引力不小，但這件事太敏感，搞不好會招致翟家報復，我得慎重考慮一下。如果這兩個理由還不夠的話，那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今天晚上，你二叔會邀請你在晴天大酒店參加晚宴。如果你想活命的話，最好就不要去。在上一世，秦霄就是在今天晚宴上被撞成殘廢，成為了那段時間魔都上層圈子最熱門話題。你覺得我會相信你嗎？很快就會相信。你覺得我會相信你嗎？很快就會相信。哎，大侄子，今天我組織了一場家宴，你晚上來晴天大酒店，
有重要的事情啊，要跟你商量。二叔，我知道了。还真被翟家千金给说中了。我已经提醒他了，只要秦霄不闪，应该不会再上当。这样最重要的一環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翟娇娇会在认亲宴上诬陷我。上一世我百口莫辩，這一次我必讓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怎麼樣，少爺已經查明，二爺確實想對你動手。這麼說，翟家千金的確救了我一命。阿九，馬上動用我們所有關係，把這些內容資料全部曝光出去。是，少爺，我這就去辦。這一大早的，誰招惹你了？發這麼大的火呀？關於娇娇不是真千金的事情，已經都曝光了。短短的幾個小時，這點擊量就過了1000萬，還上了熱搜。說，是不是你家背後搞的鬼？妹妹，不是我。你還敢否認？現在这個家裡除了你，誰會幹出這樣的事情？妹妹，我從山裡來摩托才2天，都不清楚家裡有幾個保姆，更別說找什麼媒體曝光了。你別讓我找到證據，不然我饒不了你。媽，爸，妹妹，哥，真的不是我。如果你們不相信我，我現在就回山裡，不會再跟這個家有任何瓜葛。哎，声月，你別走，媽相信你。媽，你們兩個也不好好想想，別說這聲月剛從山裡接過來，就算是你們兩個在這短短2天之內做了這麼多專業的資料，難道你們還能說服媒體平台，冒着得罪整個翟家的風險曝光這件事嗎？這還得感謝翟嬌嬌喜歡在社交賬號上炫耀，我才能在短時間內拿到所需資料。行了，都別爭了，現在不是互相猜疑的時候，而是迅速要解決這件事情。爸，你快以翟家的名義發一個聲明，澄清這件事情。事情到了這一步，只是澄清，怕是不夠啊。那我們該怎麼辦呀？申月啊，這件事只能靠你了。明天的認親宴上，只有你親自向大家解釋你不是翟家的千金，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啊。爸，我明白，我明天一定好好解釋清楚。哎，怎麼不見小芬和嬌嬌？那誰知道呀？我還特意叮囑他們早點到。這兩個孩子呀，太不聽話了。算了，他們不願意來，就讓他們別來了。請上到。秦少親自駕臨，真是有失遠迎啊！翟叔叔，恭喜你找到失散20年的千金，小小禮物，這是晚輩的一點心意。哎呀，太客氣了。難道網上的爆料是真的？翟家真的要尋回當年被人替換的千金？秦少都親口認證了，這事還能有假？不是說今天是認親大會，翟家要認個養女嗎？肯定是把之前的假千金認作養女，給真千金讓位置。誰會把自己的親生女兒認作養女啊？現在大家都認為聲月才是我們的親生女兒，我們不妨就順水推舟，公布了聲月的真實身份吧。現在這真假千金的事情鬧的是滿城風雨啊！只要承認了聲月，那就證明嬌嬌是假的，他肯定無法接受。再說了，小芬最疼嬌嬌了，她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嗎？看來還是要委屈聲月了。聲月啊，我先宣布認你為養女啊，你再向大家解釋一下。秦霄和蕭雲出面都沒能讓翟富貴改變主意，看來只能等最後那個殺手鐧了。諸位，非常感謝大家在百忙當中能夠前來參加我翟家的認親宴。下面我宣布，等一下，終於來了，最後一環完成，這次翟家千金一定會是我。嬌嬌，這是怎麼回事？就在剛才，我最心愛的海藍之心項鏈丟了。嬌嬌，這些都是小事兒，等認親宴結束，媽再給你買一條啊。那條項鏈是我男朋友送我的定情之物，不是錢可以買到的。嬌嬌，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場合，
別鬧了行嗎？哥哥，還是你來宣布吧。爸，這次可能要讓你失望，你要認的這個女孩，其實是個小偷。小范，你在胡說什麼呢？嬌嬌的項鏈丟了，我立刻就派人調查了屋裡所有的房間，最後在翟聲月的房間枕頭下面發現了嬌嬌的項鏈。上一次的不错，我和其他3个保姆都在场，我們都可以證實是翟聲月偷了小紫的項鏈。聲月，項鏈真的是你偷的嗎？媽，我沒拿。那為什麼嬌嬌的項鏈會在你的房間呢？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可我真沒拿嬌嬌東西。姐姐，我也不想相信你竟然做出這樣無恥的事情，但事實證據證明就是你啊！這種人根本就不配待在翟家。只憑項鏈在聲月小姐枕頭底下發現，就斷定她是小偷，未免也太武斷了。說不準是某些別有用心之人故意栽贓陷害的。金超，你什麼意思？你懷疑我們誣陷她？翟嬌嬌小姐的項鏈早不丟晚不丟，偏偏在這個時候丟，這不得不讓大家懷疑。這不過是你的猜測罷了。我很懷疑翟家沒有監控嗎？有啊，走廊裡都是監控，但這個小偷他很機智，巧妙地躲過了所有的監控。因為房間涉及隱私，所以沒有按住。翟聲月，這次人證物證齊全，我看你怎麼洗清。我想起來了，我房間裡有監控。你為什麼要在房間安監控啊？房間太大了，我怕忘放東西，就安了監控。妹妹好像對我安監控很介意啊。我介意什麼呀？就是你安了監控怎麼不早說呀？害我們大家浪費這麼多時間。我剛剛太緊張，一下忘記了。幸好有秦少提醒我，我才想起來。好了，既然有監控，那就打開讓大家看一看，也好還你姐姐一個清白。好。陳月，這都是咱們的家事，宣揚出去對誰都不好。等這個認親宴結束之後，咱們單獨查看這個監控。如果你真的被冤枉了，爸爸會給你做主的。爸，我是被冤枉的，如今我有證據，為什麼不能當眾自證清白呢？陳月，現在爸爸說什麼你都不聽了嗎？翟叔叔，靜您是長輩，我本不想多說，但您不讓聲月小姐自證清白，實在是太雙標了。難道你是怕翟嬌嬌和翟峰誣陷，怕說出來影響他們？依我看，這件事情啊，一定是有什麼誤會。小峰和嬌嬌不會故意的誣陷聲月，聲月也一定不會偷東西。既然有監控，那我們就打開監控看一看，免得他們日後生了嫌隙。好，那就查吧。我找到了，是他。田磊，你為什麼要誣陷我？原來是你這個吃裡扒外的東西，竟然敢陷害我女兒！田磊，我媽媽在問你話，你看嬌嬌幹什麼？嬌嬌，這件事難道跟你有關係？媽，你怎麼能懷疑嬌嬌呢？她也是受害者。是啊，媽媽，我只是讓田磊幫姐姐去打掃房間，難道這也有錯嗎？監控只捕捉到田磊進入房間身影，可沒記錄下他栽贓過程。只要拒不承認，翟聲月就無法擺脫偷竊嫌疑。對，我只是幫小姐打掃房間而已。姐姐，田磊是無辜的，現在你還有什麼好說的？妹妹，田磊在我房內僅僅出現了10幾秒，你確認他是在給我整理房間？也許他是看你房間太過整潔，無需打掃，所以就轉身離開了。也許，難道隨意出入我的個人空間，一句含糊其辭就能敷衍了事？是。夠了，翟聲月，你還不嫌丟人嗎？是你偷的，你承認就得了，當眾給嬌嬌道個歉，以她善良的性格是不會追究你的。你在這狡辯什麼？哥，你也看到了，任何人都能出入我的房間，為什麼就一口斷定項鏈是我偷的呢？因為翟家之前從來沒有丟過東西，自從你回來之後，嬌嬌的項鏈就丟了，不是你偷的，能是誰偷的？哥，如果我現在就能拿出證據，證明此事與我無關，並能揪出真正的小偷，你是否願意還我清白？翟少，這裡這麼多雙眼睛盯着你，你不會連句公道話都不敢說吧？如果有證據能夠證明你是清白的，我會當着所有人的面向你道歉。好，我們相信翟家人，言出必行。聲月，
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媽會一直站在你這邊的。姐姐，這次你可不能再隨便誣賴別人了。妹妹，我是不是污蔑別人，你很快就知道的。你少在这浪費時間，趕緊把你的證據拿出來，要不然別怪我對你不客氣。那些監控我們都看過了，根本都證明不了什麼了。那可不一定。鄉巴佬，這次讓你身敗名裂。這視頻跟剛才不一樣，肯定是你偽造的。妹妹，這就是我房內的監控，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找人查證啊。聲月，既然是你房间的監控，這為什麼2次的內容不一樣呢？你以為我房間裡不止安了1個監控，而是8個，絕對沒有任何死角。上一世的我在今天被翟嬌嬌和田磊聯手陷害，百苦莫辯，成為家族的恥辱。這一世我怎能不做好萬全準備？好，現在既然已經真相大白了，就是他田磊故意偷了項鏈，誣陷我的女兒。說，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不是我，真的不是我，還敢狡辯？小姐，我這麼多都是為了你，你不能見死不救啊！田磊，你少在這胡說八道，你對我姐姐就是因妒生恨，所以才做出這麼無恥的事情吧？你剛開始誣陷聲月，現在又污蔑嬌嬌，你真是罪該萬死啊！來人，把這個惡毒的下人給我拖出去！小姐，諸位，都怪我平時對下人管教不嚴啊，才出了今天這個丟人的事情啊，讓大夥兒見笑了。現在任慶燕繼續。翟富貴跟翟峰都明顯在袒護翟嬌嬌，難道我做了這麼多準備，最後還是無法改變上一世的結局嗎？我宣布，等一下，翟少，你還有什麼事嗎？翟少似乎忘了點什麼吧？我翟峰對剛才的事情向翟聲月道歉。哥，不用了。嬌嬌小姐似乎也要說點什麼吧？事情都是田磊做的，我是無辜的。嬌嬌，你把田磊當親姐妹，他不僅偷了你價值上千萬的项鏈，還污蔑我，真是太可氣了。是啊，像他這種白眼狼可不能輕饒他。嬌嬌，你別生氣，我已經報警了，這一次讓他牢底坐穿。什麼？報警？如果警察來了，那我指使田磊誣陷翟聲月的事情，不就全都暴露了嗎？這都是咱們家的事情，不用報警吧？嬌嬌，我這是在為你出氣。我已經不生氣了，你快點撤銷報警。我知道你心善，但像田磊那樣的惡人必須受到懲罰。哥，你快說說呀，不能報警啊！嬌嬌，咱們行得正，坐得直，警察來了也沒事。是啊，剛才田磊他那麼誣陷你，你就不要再顧及姐妹情分了。既然你姐姐已經報了警，那我們就按照規矩公事公辦吧。是，我申月，今天是你的认亲宴，这報警確實不太合適。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你先撤銷報案，等事後爸爸再給你補償。爸爸要給我什麼補償？你想要什麼補償啊？我只希望爸爸能夠公平公正的對待我跟哥哥妹妹。這個翟叔叔，我昨天按照資料上的地址去了一趟聲月小姐曾經生活過的山村，順便了解了一下20年前發生的事情。現在親家已經知道了聲月才是真千金，我們現在不能再隱瞞下去了。如果我們現在再對外宣布聲月是養女，只會對我們翟家造成更大的影響。如果現在認聲月是養女的話，那小芬和嬌嬌能接受？你也不能只在乎他們2個人的感受啊，你也要在乎聲月的感受。他在外面受了20年的苦，現在好不容易才回來，你難道要看他繼續受委屈嗎？我宣布，翟大小姐，我只能幫你到這裡了，能不能恢復翟家千金的身份，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是改變上一世命運，還是繼續上一世的悲劇？答案馬上就能揭曉了。下面我宣布，声月就是我失散了20多年的親生女兒，今日終於團聚了。翟嬌嬌，這一世我會奪回屬於我的一切。今天真的謝謝你啊！嗨，舉手之勞而已。專門跑到我長大的山村去調查，也算舉手之勞啊。你前2天救過我，我幫你奪回翟家千金的身份，
我们算是互不相欠。说不定以后我们会有更大的合作机会呢。你就不想知道你二叔的下一步计划了？你知道多少关于我二叔的信息？只要派人盯紧翟娇娇，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跟翟娇娇有关？没错。看来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跟敌人。这是什么？写给我的情书？这是一份设計圖，對我非常重要，麻煩你幫我申請一張加急專利。好，沒問題。那我先走了，有情況咱們隨時聯繫。上一世翟嬌嬌隱藏得太深，倚仗太多，我無力反擊。如今我不僅奪回了翟家千金的身份，再加上秦霄這個盟友，我已經擁有真正對抗的資本。嬌嬌，這。嬌嬌，我和你爸不會因為你姐身份公開就厚此薄彼，你依然是我們的掌上明珠。妹妹，你放心，我不會跟你爭寵的。能留在這個家，每天見到親人，我已經很知足了。嬌嬌，看看你姐多麼懂事啊，你就不能學學嗎？妹妹，我知道爸爸媽媽承認了我的真實身份，你心裡一定很恨我，你要打要罵我都不會介意的。哈，你個綠茶婊，你少在這給我裝無辜。我只是想好好孝順爸爸媽媽，好好跟你跟哥哥相處而已。你姐姐這麼包容你，你還想怎麼樣？媽，你為什麼處處護着她呀？你現在還為了她兇我，難道就因為她是你親生的，我就不是嗎？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你從小到大都是錦衣玉食，全家人都圍着你寵着你。可你姐姐呢？一個人在山裡吃了這麼多年的苦，現在她好不容易回了家，我補償她一點，難道不應該嗎？媽，妹妹只是一時生氣說錯了話，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妹妹如果能有你一半的懂事，這件事兒也不至於會鬧成現在這樣。今天的飯就吃到這裡吧，小范，帶着嬌嬌去反省一下。我又沒錯，為什麼要反省？哥，你還說你沒錯啊？我剛才去見過田磊，他把一切都交代了。這件事我給你留着臉了，你好自為之。嬌嬌，定親宴的事真的跟你沒關係嗎？行了，這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從今往後，你們兄妹三個要和睦相處，不允許再有任何爭鬥。明白了，爸爸。知道了。申月啊，明天你和嬌嬌、小范一起去公司啊，開始好好學習和鍛鍊。謝謝爸，我一定會努力工作，不會讓你跟媽失望的。嬌嬌，你也要多照顧姐姐，不能再任性了。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顧姐姐。翟聲月，在家裡有爸爸媽媽護着你，但到了公司，我看還有誰能幫你。新的挑戰要開始了，一個翟嬌嬌青梅竹馬的霸道總裁，一群翟嬌嬌的狗腿，再加翟峰這個護妹狂魔，我要最終勝出，必須謹慎布局。這棟大樓是翟家和蕭家共同投資幾十億建立的，總裁是我未婚夫，副總裁是我哥哥。姐姐，你剛從農村出來，應該沒見過這麼氣派的大樓吧？確實沒有見過，真羨慕妹妹見多識廣。這見識和眼界呢，可不是羨慕就能得到的。如果20年前那件事沒發生的話，我應該也會跟妹妹一樣見多識廣。妹妹，我是不是說錯話了？你不會介意吧？不介意，姐姐說的是事實。翟聲月，嬌嬌可是為你準備了歡迎儀式，你別辜負她的好意。真的嗎？謝謝妹妹。不客氣。翟聲月，這是我為你進入公司準備的第一份大禮，保證讓你永生難忘。昨天加班到10點，今天又讓我們提前2個小時來列隊歡迎，就為了滿足某些人的兇心。我們這些人都不是人啊！別說了，這公司畢竟姓翟，人家有特權嘛。那嬌嬌也是翟家的千金，怎麼能平易近人？來，大家打起精神，歡迎我們的新同事。歡迎聲月小姐加入雲峰集團。姐，這回你該滿意了吧？嬌嬌，幹得不錯，值得表揚。
你滿意就好。气死我了！这个乡巴佬面對這樣的場面不應該驚慌失措嗎？他怎麼還能這麼鎮定？居然還表揚我！我他媽用得着你表揚？謝謝大家的熱情。其實我也是到了公司門口才知道，我妹妹專門為我準備了這個驚喜，我非常感動。姐姐，我們還是先去你辦公室看看吧。妹妹，看辦公室不急。我聽說大家是提前2個小時來列隊，這是真的嗎？這個，這次歡迎儀式，我妹妹讓大家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我願意自掏腰包，以10倍加班費補償給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責怪她。加班費由公司承擔，你們先回去工作吧。翟聲月，這裡是公司，你最好安分一點。哥，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嬌嬌為你準備了歡迎儀式，你卻讓她成為眾矢之的。我讓她成為眾矢之的？哥，我說的難道不都是事實嗎？翟嬌嬌，你的第1份大禮我已經收下了，接下來你的第2份大禮才是我今天反擊的重頭戲。各位，翟聲月，你雖然和大家已經見過面了，但是按照公司新人的入職制度，你需要再和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我叫翟聲月，非常高興能跟大家一起共事，請大家多多關照。那個是你的工位，你先過去。謝謝翟副總。這怎麼有條腿啊？你故意的！大哥，我真不是故意的，誰能想到你突然伸出一條腿在路中間？如果沒什麼事兒，我先走了。商業小姐，這個辦公室坐的都是業界精英，我想請問一下，您有什麼能力？好戲終於要開始了。笑笑，你就別為難我姐了，她剛從大山裡出來，估計連電腦都不會用，哪有什麼能力呀？既然沒有能力，那你沒有資格進這個辦公室。不過嘛，當保潔是可以，畢竟還可以打掃衛生。笑笑，我姐她可是翟家千金，怎麼能當保潔呢？嬌嬌，不是我讓盛月小姐當保潔，是公司的明文規定。我只是實話實說。胡說，誰說我沒有能力？不就是設計嗎？我也會。那不如盛月小姐給我們展示一下，也讓我們大家開開眼界。我就做這個。翟聲月，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不是寫着嗎？給大夏首富女兒設計婚紗。公司懸賞300萬，要設計出一套完全符合大夏首富女兒氣質的婚紗。大家都試過，但都沒有合格。你覺得你能夠設計得出來？你放心吧，如果我不成功，我就去打掃廁所。上一世我耗時6個月，終於在首富女兒婚禮前設計出了完美的婚紗，但功勞卻被翟嬌嬌搶走。她享受讚譽的同時，還不忘污衊我剽竊。胡鬧！回到你的工位上，好好學習設計基礎知識。哥，說不定他真有這個能力呢，你給他個機會嘛。嬌嬌，他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鬧。你覺得他能夠設計得出來嗎？那可不一定，說不定他真有這個天賦呢。這麼好的羞辱機會，絕不能讓這個綠茶婊跑了。盛月小姐可是翟家千金，肯定會一言九鼎的。對，那大家就拭目以待，等着看盛月小姐的設計成果。雲哥，你來了。發生什麼事？我姐說她能設計出首富女兒的婚紗，如果不成就去打掃廁所。真的是這樣？好，那你就試試吧。謝謝。狐狸精。好了，這一次我要光明正大的奪回屬於我的成果。雲哥怎麼突然這麼重視？難道是因為翟家的面子，所以故意裝出來的？他不會真的做出來吧？
怎么可能？咱们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乡巴佬，10分鐘就能設計出來，這不天方夜譚嗎？阿峰，你過來一下。肖總，他這完全是胡鬧，您不用顧及翟家的面子，你先看一下再說。怎麼樣？這完全是國際頂級設計水平啊！盛月小姐，這份設計圖是你獨立自主完成的嗎？是的。那你是怎麼知道首富千金的身材，而定制這麼符合她氣質的婚紗？因為我在電視上見過首富女兒，有所了解。那要這麼說的話，那你真是一個設計的天才。謝謝肖總誇獎。聽說設計圖被採納會有300萬獎勵。是這樣，稍後我讓財務轉給你。等一下，這張設計圖是剽竊的。剽竊？沒錯，我前段時間看過我朋友的設計圖，和這個一模一樣。翟聲月，你敢剽竊別人的作品？你簡直是給翟家丟臉！哥，我真的沒有剽竊別人的作品，這份設計圖是我自己創作的。還敢頂嘴？嬌嬌從來不撒謊，她說你剽竊，你就是剽竊了。嬌嬌，你那個朋友是做什麼工作的？叫什麼名字？我那個朋友他也是設計師，至於名字，沒有他的允許，不方便透露。那看來你跟你朋友的關係非常好啊，否則的話，這麼重要的設計圖，他是不會讓你看的。我們情同姐妹。那我就不明白了，聲月小姐是怎麼知道這個設計圖的？難道她跟你的朋友也是情同姐妹？這個……肖總，您這是什麼意思？你是懷疑我妹妹誣陷她？您別忘了，你還是她未婚夫呢。阿峰，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萬一是嬌嬌弄錯了，豈不是誤會了聲月小姐？雲哥，你相信我，我絕對沒有看錯，我有證據。那就好，有證據的話，就讓我看看。雲哥，你看這兩張設計圖是不是一模一樣？聲月小姐，你還有什麼要解釋的？肖總，我認為是嬌嬌的朋友剽竊了我的作品。姐，明明是你剽竊他人作品，你怎麼還倒打一耙？我朋友的作品我很早之前就看了，他怎麼可能剽竊你的成果？真是惡人先告狀，真沒想到還有人這麼不要臉呢。妹妹，我剛剛可是看到你拿到我設計圖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偷偷拍照，也不知道發給了誰。你還污衊我？這公司裡肯定有監控，只要查一下就知道我有沒有污衊你。嬌嬌，你真的把他的設計圖拍照發給別人？雲哥，我剛才就是拍照發給我朋友對比一下，這也有錯嗎？這到底怎麼證明？你們倆誰說的是對的？嬌嬌，你這次確實是衝動了。哥，怎麼連你也指責我呀？嬌嬌，我肯定是無條件相信你，但是這麼多人看着，你肯定要拿出讓大家信服的理由啊。哥，這次是我疏忽了，要不然我就告訴我朋友，不追究我姐的剽竊責任了。翟聲月，這次雖然讓你逃過一劫，但你剽竊的污點是永遠洗不掉了。那好吧。姐，這次剽竊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計較了，下不為例啊。妹妹，我再說一遍，我沒有剽竊，這份設計圖是我親手創作的。今天我要將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姐，明明就是你剽竊了別人的作品，你非要把事情搞得這麼大嗎？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會對公司造成多大的影響？妹妹，你一直指責我剽竊，卻連一點實質性的證據都拿不出來，現在還要拿公司來壓我。哥，你看看他根本就不領情。翟聲月，您當夠了沒有？你別以為嬌嬌心地善良，就可以隨意的欺負她。我再說一遍，說我剽竊就請拿出證據來，如果沒有證據，就不要隨意污衊我的名譽。你太過分了。好了，嬌嬌，這個時候如果不拿出一個充分的證據，恐怕這件事很難收場了。但是我那位朋友去國外了，短時間內回不來呀。那沒有關係，你讓他把這件設計的專利號發過來，我自會派人調查。我朋友畫了設計稿之後，好像還沒來得及申請設計專利。你的朋友沒有設計好專利，但我有。這是什麼？寫給我的情書？這是一份設計圖，對我非常重要，麻煩你幫我申請一張加急專利。好，沒問題。那我先走了，有情況咱們隨時聯繫。什麼？你有設計專利？不可能，你騙人！這確實是婚紗設計專利，
但并不是刚才那种。姐，你竟然随便找个婚纱設計專利號來蒙騙雲哥，你真是太可惡了。這位小姐，說出你的真實想法。肖總，我剛才給你看的這個設計圖看似很完美，但其實上面有3處重大缺陷，我相信你已經看出來了。上一世翟嬌嬌偷走我的成果後，就是蕭雲指出了其中的3大缺陷，並最終進行了改進。確實如此，我確實是看出來了，但還沒機會說。那3處缺陷是我故意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有人剽竊我的作品，而真正的設計圖我早就申請了專利。原來如此，那也不對啊！你剛來公司，怎麼就已經設計出大夏首富女兒的婚紗呢？哥，所有人都知道大夏首富的女兒會在半年後結婚，我提前做出了婚紗設計並申請了專利，本來是想碰碰運氣，沒想到公司竟然懸賞了300萬。那嬌嬌朋友那兒為什麼還會應上？這我也很納悶啊。那這就得讓嬌嬌給我們一個解釋了。這個，嬌嬌，你有可能被你那位朋友給騙了。我看他根本就沒有設計圖，只不過想空手套白狼而已。哦，對，我把他當這麼好的朋友，他竟然拿設計圖來騙我，我要跟他絕交。嬌嬌，你太善良了，以後交朋友一定要小心啊！我知道了，嬌嬌，我記得你說你在你朋友那兒看到了一模一樣的設計圖，所以才拍過去給他對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可能是我記錯了。不好意思啊，姐。不會吧，妹妹，你當時可是非常的肯定說2張設計圖一模一樣的。這個，嬌嬌，你不要着急，咱們身正不怕影子斜，把事實說出來。嬌嬌，如果你不方便的話，就把你們之間的聊天記錄拿出來，讓我們看一下。不行啊，聊天記錄涉及個人隱私，不能隨便洩露的。也就是說，你無法提供任何證據。雲哥，我的為人你還不清楚嗎？我以性命擔保，我絕對沒有說謊。聲藝小姐，你想如何處理這件事情？我認為嬌嬌必須給大家一個解釋，要不然大家會對她一直存在質疑，這樣對她影響也不好啊。確實，嬌嬌，今天無論如何，你都要拿出證據，給大家一個交代。雲哥，怎麼連你也逼我呀？我真的是有苦衷，我不方便說呀。嬌嬌，那你現在承認婚紗設計圖是我憑借能力自己做出來的了吧？你說是你的就是你的唄。聽你的語氣，好像還是對我有所懷疑啊。姐，不是我故意跟你作對，但這件事情實在太可疑了。你剛從山裡出來，就能畫出國際頂級水平的婚紗，這很難不讓人懷疑啊。那既然大家對這件事都有疑點，那我就報警吧，讓警方來調查清楚這件事。還不行，你不能報警。為什麼不能報警啊？報警既能證明我的清白，也能證明你的清白，一舉兩得，有什麼不好呢？這也不是太大的事情，報了警之後對公司造成的影響得不償失嘛。嬌嬌，你不用擔心，即便公司受到影響，那麼問題也不大。當務之急是證明清白最重要。那也不能報警。嬌嬌，你3番5次阻止調查真相，也不願意讓我們看你的聊天記錄，不會真的是你在誣陷我吧？翟聲月，嬌嬌這麼善，怎麼會誣陷你？我只是不想讓我的朋友受到傷害，看在我面子的份上，這個事情別追究了。不行，你那位朋友試圖盜竊我的設計圖，還反過來誣陷我，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今天我必須要把這個兇手揪出來，繩之以法。嬌嬌，別帶任性，如果這件事情不嚴肅處理，以後這公司的人就會紛紛效仿。這件事情必須得此解決。嬌嬌，這一次我也支持蕭總，無論誰利用你的善良欺騙你，我都不會放過他。怎麼辦？怎麼辦呀？如果相關部門查出這一切是我自導自演，我這麼多年經營的人設就會徹底崩塌。等一下，蕭總，嬌嬌小姐剛才說的朋友其實是我。你是？對，我為了得到公司懸賞的300萬，騙嬌嬌小姐說設計圖是我設計的。對不起，我不應該利用她的善良，我願意承擔一切後果。我就知道徐斌這個翟嬌嬌的忠實舔狗會在關鍵時刻站出來頂罪，但他講的太簡單了，蕭雲的智慧可不是那麼容易糊弄的。徐斌，
你可知盜取公司設計機密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我知道，但一人做事一人當，不能因為他善良就讓他替我背黑鍋。嬌嬌，我記得你剛才可是說你那位朋友在國外啊。這個嬌嬌小姐這麼說是為了保護我。徐斌，你的意思是翟嬌嬌在包庇你犯罪？你胡說，這是善良，不是包庇。你知道他善良，你還利用他，真該死啊！我行了，阿峰，把他開除，交給有關部門處理。盛月小姐，這次你為公司立了大功，還差點被人冤枉，讓你受委屈。沒關係，查清真相就好。我會在300萬的基礎上再給你另外加200萬，算是對你的補償。謝謝肖總。肖云應該看出翟嬌嬌有問題了，沒有點破是顧及翟家面子以及翟嬌嬌和他的特殊關係。不過經過這件事，兩人已經產生裂痕，只要我再加把火，就能讓他們徹底破裂。翟嬌嬌一定不會想到，這個李笑笑馬上就會成為他人設崩塌的推手。秦少，謝謝你幫我申請的專利號，我今天拿到了500萬。那改天可得請我吃飯。改天一定請你吃大餐，不過我還要麻煩你幫我個小忙，你派人去一趟魔都第一醫院。該死，真該死！我從沒受過如此奇恥大辱，這一次我一定讓那個鄉巴佬狠狠付出代價。嬌嬌小姐，您找我。李笑笑，我給你10萬，你給我好好教訓那個鄉巴佬一頓。可是，如果你做不到，明天就不用來上班了。還有你那個变鬼女兒，找死吧！機會終於來了，一箭三雕。翟聲月為什麼來頂樓？難道他發現了我，要去肖總那告狀？別動！盛月小姐，你這是什么意思？我猜是翟嬌嬌指使你來教訓我的吧？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在歡迎儀式上挑動大家情緒，針對我，在辦公室冷嘲熱諷，都是受他指使。盛月小姐，我早知道你不是看上去那麼簡單，今天落你手裡，我認了。你有個女兒在魔都第一醫院治病。你怎麼處置我都可以，但你要敢碰我孩子，我跟你同歸於盡。你誤會了，我不會傷害一個小孩。你看看這個就明白了。李笑笑，這份特殊的見面禮你還滿意嗎？盛月小姐，我之前那樣對你，你還不計前嫌，幫我孩子交醫療費，我給你看。哎，進去。你不用這樣，盛月小姐，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李笑笑的恩人。你願意替我做事嗎？不願意。翟嬌嬌認為是我回來搶了屬於她的獨寵，所以處心積慮的給我挖坑陷害我。出於自保，我只能被迫反擊。盛月小姐需要我怎麼做？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按照肖總的作息，他應該快出來了。你配合我演一出苦肉計。娇娇今天的舉動顯然是故意陷害，而且看樣子不像是第一次。難道她之前的清純善良是偽裝出來的？大姐，我錯了，求您放過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得罪了笑笑小姐，你還有臉求饒？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別打了，救命啊！住手！李笑笑，你好大的膽子！肖总，您怎麼來了？盛月，肖總，你沒事嗎？我沒事。李笑笑，你怎麼敢？肖總，我錯了，肖總，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肖總。翟聲月是翟家千金，即使我能放你，翟家能放你？肖總，我是受人指使的，都是那個姐說的。
你走吧，今天的事情我不会追究，就当没发生过。盛月，真的是娇娇指使的吗？不是娇娇，小总，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吧。你说。小总，我不准说。姐，在哪儿？任務完成了没？在顶楼，完成了。顶楼？你真是蠢货！你不知道云哥办公室就在顶楼吗？娇娇小姐，顶楼隐蔽，好下手。行了，我马上过去。小总，娇娇小姐马上就要上来了，她如果知道我当着面接电话，她非得给我批判了呀！滚！盛月，盛月，你伤得很严重，我带你去医院。不用去医院了，我休息一下就好。好，那我带你去我办公室休息。如果娇娇看到我们这样，她会不高興的。娇娇這麼對你，你還替她說話？她畢竟是我妹。你竟敢勾引我未婚夫！妹妹，你誤會了，是肖總看我受傷了，說帶我去辦公室休息一下。但你手為什麼摟着他脖子呀？我不是故意的。你這個賤人，你還敢狡辯！我住手！雲哥，你怎麼還護着他呀？嬌嬌，你姐為什麼受傷？你心裡沒數吧？那肯定是他裝的呀，肯定是為了吸引你的注意，要不然樓下就有洗手間，他為什麼偏偏來樓上呀？哦，那這裡也不是你的必經之處吧？你為什麼會出現？我來是為了找你一起吃飯，但是剛好想上廁所吧。嬌嬌，你在公司這麼久，你清楚我的作息，你這個時間過來，真的是為了找我吃飯？雲哥，你是在懷疑我嗎？是不是他在使壞？妹妹，肖總不是這個意思，不要誤會了，也不要責怪肖總。你閉嘴！要不是你個綠茶婊勾引我雲哥，我們兩個怎麼會發生爭執？我真沒有啊！你還在這裝？行了，嬌嬌，我剛才過來見了李笑笑。雲哥，笑笑他有跟你說什麼嗎？你猜？難道李笑笑把我指使他的事情說了？不應該呀，除非他不想救那個病鬼女兒了。估計雲哥是在試探我。雲哥，肯定是我姐和李笑笑產生爭執之後大打出手，跟我可沒有半點關係啊。是嗎？李笑笑可不是這麼跟我說的。我行得正，坐得直，不管他怎麼說，我都能坦然面對。好，那要不要把李笑笑叫過來對質？雲哥，你不相信我嗎？是不是他在使壞？李笑笑剛才接了個電話。雲哥，肖總，今天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下去了，就當是我上洗手間摔了一跤。盛月，你就是太善良了，你這樣會受委屈的。只要我在乎的人不受傷，我受點委屈算什麼呢？氣死我了！竟然又讓這個賤人在雲哥面前成功裝了一波綠茶。嬌嬌，這件事情你姐不跟你計較了，下不為例。雲哥，那既然沒什麼事，我們去吃飯吧。我得叫回你姐，你跟萱萱去。肖總，不用管我，這樣嬌嬌會不高興的。姐姐，你這話什麼意思呀？顯得我怪小氣的。這裡不需要你，你先去吃飯吧。好吧。這個藥膏不會留疤，我幫你擦一下。肖總，我自己來吧。不疼嗎？從我記事起，我就要每天跟隨養父母上山幹活，難免磕磕碰碰。像這樣的小傷，我已經習慣了。肖總，謝謝你，我該走了。
這麼着急走啊？我不想讓娇娇误会。娇娇夺走了她20年的美好人生，她非但不怪娇娇，反倒处處替娇娇着想，真是难得可贵。娇娇，谁让你不开心了？还能有谁啊？就我那个山里来的姐姐呗。那个乡巴佬还敢惹你？自从他回到翟家，我处处对他忍让，连翟家千金的身份都让给他了，他还不知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云哥身上。你说什么？他勾引我哥？这种事情我们小声说说就好，你可別衝動。娇娇，你在和誰聊天？差點忘了她，萧雲的妹妹蕭軒，典型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上一世她總是被翟嬌嬌當槍使，我可沒少受她的欺負。姐，這是我好朋友軒軒，她是雲哥的親妹妹。你好，軒軒小姐。軒軒小姐，我們是第一次見面，我也沒有招惹過你，你為什麼拿水潑我呀？你個不要臉的東西，你敢勾引我哥？我沒有，嬌嬌都告訴我了，你還不敢承認。蕭軒果然還是一如既往的胸大無腦，這一世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怎麼，心裡有鬼，害怕了？我明白了，嬌嬌，原來是你讓他潑的我。不是我啊，可軒軒小姐說了，是你跟她說的那些話。嬌嬌，你有什麼不敢說的？有我在，他還敢欺負你不成？你這個憨貨豬隊友，當着這麼多人，這不是破壞我綠茶人設嗎？發生什麼事了？啊，雲哥，軒軒跟我姐發生了點誤會，現在已經沒事了。是嗎？嬌嬌，我知道你不喜歡我，但你也不能這樣羞辱我。我只是想來跟你們打個招呼，你卻讓你朋友潑我的水。我可沒讓啊，這是他自己要潑的。嬌嬌，你怎麼能這麼說呢？你剛才不是抱怨過我說這個鄉巴佬搶了你的身份，他還勾引我哥，你不就是想讓我幫你出頭嗎？怎麼現在都怪到我身上了？我只是在跟你聊天，我沒想到你會誤會，我也沒想到你會潑姐姐呀。所以說，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怪我了。軒軒，你以後別這麼衝動了啊！翟嬌嬌，我之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虛偽呢？我今天算是看清你了。軒軒小姐，嬌嬌，你們不要再吵架了好嗎？這件事我已經不放在心上了，我們就當沒發生過，好嗎？好你個綠茶婊，挑撥我跟蕭軒的事，現在裝綠茶的還是你。小雨，不好意思，我這個妹妹被我慣壞了。沒關係，我已經不生氣了。姐，你看你現在一身濕漉漉的，小心着涼，你趕緊回家吧。我回家有點遠，我害怕上班會遲到。沒事，下午就不用來公司了，在家好好休息。謝謝肖總。雲哥，我們去吃飯吧。好吧。聲月，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我有點不舒服，所以就提早回來了。聲月，你告訴媽媽，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呀？媽，我沒事，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聲月，你胡說，這摔一跤怎麼會變成這樣呢？媽，您別問了，行嗎？不行，你必須告訴我。媽，我能不能不去公司，就留在你身邊呀？聲月，你是要急死我嗎？你快告訴我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呀？是嬌嬌。媽，這是發生什麼事了？你先坐下，待會兒你什麼事情都不需要做，你只需要聽着。
你们两个站住，我有话要说。娇娇，你今天都对你姐姐做了什么？我没做什么呀，不信你可以问我哥。什么都没做，那你姐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怎么知道？有些人就是擅长装可怜。啊，你有话好好说，你看把娇娇给吓的。小凤，我还没说你呢。我们送声月去公司是为了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而你呢，却任由娇娇胡来。妈，这娇娇只是在欢迎仪式上做的有些稍微欠妥而已。翟胜月他没吃一点亏啊，面子里子都拿到了，他还有什么不满啊？面子里子都拿到，今天声月在公司差点被人打死，还被当众泼水羞辱，哪来的面子里子？妈，你不要责怪哥哥妹妹了，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哼，告了状还装一波好人设，真是又当又立。娇娇，你还不知錯？我没錯，他就是一個表面清純內心陰暗的綠茶婊。媽，就算嬌嬌做錯了，你不能打她呀。就是因為你無底線的縱容她，才讓她變得如此任性。哎呀，好了好了啊，今天的事啊，嬌嬌做的確實有點過分啊，但是她也已經受到了教育，這一家人嘛，今天的事情就到此為止吧。不行，今天嬌嬌必須要向聲月道歉，並且要保證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種事。讓我向他道歉？不可能。媽，其實我也有錯，我不該在受傷之後去小總辦公室擦藥，讓嬌嬌產生誤會。聲月，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攬，這不是你的錯。行，翟聲月一點錯都沒有，都是我錯的，行了吧？嬌嬌，這就是你道歉的態度嗎？媽，您別生氣了，嬌嬌已經意識到了錯誤，我也已經原諒嬌嬌了。聲月，還是你懂事兒，綠茶婊。嬌嬌，既然聲月已經原諒了你，那我也不方便再說你什麼，你回自己的房間好好反省，下不為例。哼。通過這次事件，媽媽已經完全站在我身後了。下一步，只要能攻略蕭雲，我就能真正動搖翟嬌嬌的根基。翟聲月，你個綠茶婊，該死，該死，該死！嬌嬌，還在生氣啊？你來幹什麼呀？來看我笑話呀？你誤會了，我只是想來看看你，順便想了解一下軒軒小姐。你打聽軒軒幹什麼呀？你要為白天他潑你的事情報仇啊？不，我是覺得軒軒小姐性格豪爽，為人也很仗義，是一個很值得交的朋友。這個綠茶婊，難道是想通過蕭軒搭上蕭家那根線？不行，絕不能讓他得逞。姐，其實蕭軒這個人就是表面上看着豪爽仗義，實際上陰得很吶。啊，是嗎？我怎麼看着感覺不像呢？那是因為你跟他還不熟悉，像我作為他的好朋友就被他坑過很多次呢。就像今天白天這個行為，那完全就屬於他自己的裝逼行為，他還非要賴上我。可我看你們關係挺好的呀。哎呀，那都是表面上的，其實我討厭他很呢。我明白了，謝謝嬌嬌，那我先走了。想拉我牆角，你還不夠格。哥，怎麼沒見到嬌嬌啊？因為某人給爸媽告狀，導致嬌嬌心情很不好，所以他請了一天假出去散心了。哥，那今天只有咱倆一起去公司了。我是我，你是你，想去公司自己打車。如果沒記錯的話，上一世的今天，翟翟嬌要去見一個重要的人物，他們達成了共識，他從此真正的起飛。而這一世的今天，卻是他人設崩塌，
身敗名裂的開始。秦少，蛇好像要出動了。不錯，我這邊也已經收到阿九匯報了。那接下來可就拜託你啦。等我消息。好。真正的好戲就要開始了。萱萱小姐，我有個秘密，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聽一下？別拐彎抹角的，有什麼事就說吧。好。姐，其實蕭萱這個人就是表面上看着豪爽仗義，實際上陰得很的。這是翟嬌嬌說的。萱萱小姐，你先別急，繼續聽。是嗎？我怎麼看着感覺不像呢？那是因為你跟他還不熟悉，像我作為他的好朋友就被他坑過很多次呢。是翟嬌娇這個賤人，我把她當好姐妹，她在背後這麼說我。萱萱小姐，我跟你說這些是因為實在看不慣嬌嬌的所作所為。順便我還想跟你交個朋友。你別說的這麼好聽，因為我不知道你是想通過我拉近跟我哥的關係吧？看來什麼都瞞不過萱萱小姐。你能不能勾引到我哥，那是你的本事，我不會过多干預。但是翟娇嬌那個賤人想當我嫂子，絕對不可能。哦，對了，昨天嬌嬌在朋友圈更新了一張你們倆的合照，你遠沒有現實中好看，可她比平常好看多了。翟嬌嬌這個賤人竟然這麼陰險，把我拍醜就是為了襯托她的漂亮。不行，我這就去找我哥，我讓他遠離這個腹黑女。哎，萱萱小姐，你這樣去作用不大。你確定是真的？確定。好，那我等你消息。秦少，情況怎麼樣？不辱使命。那太好了。照片我已經給你發過去了。多謝秦少。只差最後一步，就能讓蕭雲跟翟嬌嬌徹底決裂。盛月小姐，翟嬌嬌剛給我打電話，讓我去偷公司核心機密文件，說如果到手了就給我50萬，讓我救我女兒。你心動啦？當然沒有，你幫我交了醫療費，我怎麼還會幹這麼缺德的事？你電話錄音了沒？錄音了。好，你現在帶着電話錄音去找蕭總，向他說明一切。翟嬌嬌這個賤人竟然這麼重口味，連這樣的老頭都舔，真是惡心死了。不行，我得趕緊告訴我哥呀。家族讓我放棄娇嬌，去翟家真千金翟胜月。可是我跟娇娇在一起這麼多年，我實在是不忍心。我該怎麼選擇的？姐，是你。肖總，我有事要跟你匯報。說吧。翟嬌嬌給我打電話，讓我幫她偷公司機密文件。你不知道我跟娇嬌的關係嗎？我知道，翟嬌嬌是您的未婚妻。那你還敢凌駕我跟娇嬌？我說的都是實話。翟嬌嬌這些年不方便做的事，都是由我代勞。這些年為了給女兒看病，我做了不少違心事。你說這些最好有證據，怎麼對你不客氣？這是我跟翟嬌嬌的電話錄音，您可以聽一下。李笑笑，只要你能幫我拿到公司核心数據文件，我就給你50萬，你也不用为你女兒手術費的事情發愁了。看來你還是有原則的。這都多虧了聲月小姐。聲月也知道這件事。她不知道，但是她知道我女兒急需看病的時候，幫我交了手術費，才讓我守住了職業底線。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声月的善良，讓我們公司避免了這場巨大的災難。可是我不明白嬌嬌為什麼要這麼做。萱萱，不是你以後進門能不能稍微淑女一點？就好歹你用手開門好吗？哥，你別廢話了，我告訴你，你別戴綠帽子了。
你别在這胡說八道。娇嬌怎麼會和秦明在一起？重點不是跟誰在一起，是他們那個親密動作，而且是在酒店門口。我看說不定他們都已經開過房了。照片哪來的？一個朋友路過，順手拍下來的。不能讓我哥看出来我故意針對翟娇娇，要不顯得我太心機了。萱萱，這件事情替我保密，我要親自問問娇嬌。你不用去問她了，她就是個壞女人，表面裝綠茶婊，其實背地裡一肚子壞水。你們倆不是好閨蜜嗎？我把她當姐妹，她拿我當墊腳石，经常在背後說我壞話。別問我為什麼知道的，我親耳聽到的。好，萱萱，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不用如果啊，我親耳聽到的還能有假嗎？娇娇跟秦明扯上關係，那他偷机密文件就能說通了。誰啊？咱爸。喂，爸，找我有什麼事儿？小云，爸找你还是为联姻的事儿。魔都三大家族，如今秦家一家独大，那個秦明更是狼子野心。你只有娶了翟家真千金，萧翟兩家才能真正聯手。哥，你快答應爸呀！雖然那個鄉巴佬不太聰明，但是她漂亮，好控制。我欺負她，她也不敢還手。要是娶了那個翟嬌嬌那個賤人，不知道什麼把她噎死。爸，我同意這門婚事，娶翟家真千金，翟聲月。小云，你終於長大了，懂得為家族分憂了。爸這就派人去下聘禮。好，我現在就把這個消息告訴那個鄉巴佬，看看他是什麼表情。萱萱，以後這聲月就是你的嫂子，你能不能對她客氣點？哎呀，哥，你可真是見色忘義啊！你這剛剛答應了要娶她，現在胳膊肘就往外拐了。你去跟聲月熟悉一下，幫我談談她口風，看看她是否願意嫁給我。我去找一下嬌嬌，把事情跟她說明白。這次雙雙發力，翟嬌嬌在蕭雲那的人設肯定徹底崩塌了。如今翟嬌嬌能倚仗的人只有爸爸、哥哥，還有秦明那個壞蛋。下一步我要攻略的就是硬骨頭哥哥。香爸，聲月姐姐，你一個人在幹什麼呢？萱萱小姐，看你的樣子，你已經報了一箭之仇了，恭喜啊！我的喜事兒可沒你的喜事。我能有什麼喜事兒？我勸你啊，做好心理準備，不然等我告訴你之後啊，你開心的暈過去。蕭萱這話是什麼意思啊？不對，我現在身份是翟家千金，蕭雲又徹底跟翟嬌嬌決裂，蕭家和翟家要聯姻對抗秦家，那麼很可能會……完了完了！這一世我還想游走於三大豪門之間，掌控全局，難道夢想就要這麼破滅了？我哥答應要娶你，開心吧？高興吧？好吧，高興。雲哥，你等我很久了吧？也沒有，我也剛到。人家才一上午沒去公司，你就這麼急着約我出來，這麼想我？我這次過來呢，是想告訴你一件事情。什麼事呀？說這件事情之前，我先問你個問題：你今天上午去哪兒了？我去跟閨蜜逛街唄。昨天晚上我姐因為一點小事就告狀，害得我被媽媽罵了一頓，所以就跟閨蜜出去逛街散心了。不過呢，我姐她這個人是鄉下來的，很小氣，我多讓着她點。男閨蜜還是女閨蜜？你怎麼也開人家玩笑，都是女生。想不到嬌嬌撒謊如此信任你，而且這個時候還不忘踩聲月一腳，最後的愧疚感也沒了。對了，你還沒說今天約我出來什麼事呢？我這次約你出來，就是想說一下咱倆婚姻的事。我先接個電話。喂，嬌嬌，你趕緊回來一趟，有大事要跟你商量。哦，行，那我趕緊回去。雲哥，家裡有急事，讓我趕緊回去。行，那先忙吧。這孩子就長大了。嬌嬌啊，
這是萧家剛剛送來的聘禮，你看还滿意吗？这些都是我的聘禮。没錯，這聘禮啊，先送來了一部分，等過幾天，蕭家正式的攜帶聘書上門提親。原來剛才雲哥着急找我出來，是要跟我說這個呀？怎麼樣，嬌嬌，驚不驚喜？確實挺開心的，但驚喜倒談不上，因為雲哥已經提前跟我說了。翟聲月，你就算得到翟家千金身份又如何？我即將成為萧家女主人，依舊会压你一头。看车牌是萧家的车队，难道是来送聘礼了？哎呀，完了完了，这萧家下聘礼也太快了，看来这次真躲不過了。姐姐，你能不能小心一点？你把我聘礼踩坏了，你赔得起吗？你说这是你的聘礼？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不成？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所以故意这麼做的吧？娇嬌，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呢？你姐姐不就是不小心碰到這些聘禮了嗎？這有必要大驚小怪嗎？行了行了啊，今天可是我們翟家的大喜日子啊，你們就別爭執了。不管怎麼說，這個嬌嬌能促成這次聯姻，也算是大功一件啊。我可不像某些人，就只會裝綠茶，對家族一點貢獻都沒有。嬌嬌啊，這兩天你就不要去公司了，好好在家裡養精蓄銳，等待蕭家上門提親。正好我也有些累了，先回房間休息了。聲月，你也不用心急，我看那個秦少爺就對你挺好的，等到這緣分到了呀，自然也會上門來提親的。到時候你的風光啊，不比嬌嬌少。媽，你放心，嬌嬌能找到如意郎君，我高興還來不及呢。你真的這麼想啊？那媽就放心了。翟嬌嬌既然誤會，那也沒必要多解釋，只等到時候打臉就行。不過這2天也不能讓她過得太舒服，得想辦法給她添點堵。先發個朋友圈，讓我那幫朋友羨慕嫉妒恨一下。姐姐，我知道你心酸的很，但是沒辦法呀，誰讓我也有魅力。妹妹，你誤會了，我來是想讓你看張照片。什麼照片呀？這照片你怎麼來的？妹妹，你好像對這張照片很介意，上面的男人是誰啊？你先別管這麼多，你告訴我這照片是哪兒來的？今天公司樓下有個戴墨鏡的女人跟我說她是你朋友，然後讓我把這張照片給你看。難道我和乾爹見面被人盯上了？哦，對了，他還說你欠他錢，讓你去公司給他還錢，而且他只要現金。原來是為了錢，那還是可以解決。嬌嬌，你不會真欠別人錢吧？啊，我上個月花超了，就從朋友那兒借了一點，不過沒想到他這麼小氣，還 PS 這種照片惡搞我。啊，原來如此。姐，這張照片你還給其他人看過嗎？沒有。哦，雖然說這張照片它是 PS 出來的，但是傳播出去肯定會對我造成不良影響的，要不你還是刪了。啊，好。姐，我這幾天不能出門，明天你能不能去跟我朋友見面，把錢幫我還了？公司不是獎勵你500萬嗎？你先幫我墊上，我有錢就給你。那500萬我放媽媽那保管了，要不我去找她要回來。哎，不用了。那我這兒有錢，我朋友說欠多少？300萬。什麼？300萬？難道他是在騙人？那要不我們報警吧？我確實欠他300萬，我這就轉給你。妹妹，你真有錢啊！姐，我給你轉過去了，這也是我辛苦攢了很久的呢。收到了，那我先不打擾你了。
無論拍照那個人是誰，對我來說都是巨大的遺憾。看來只能讓乾爹出手解決掉這個人。至於那個翟聲月，也看過這張照片，那就跟傳播這張照片的人一起下地獄吧。声月小姐，什麼事？秦少，是這樣，跟你說，到水公園。你是擔心翟娇娇會狗急跳牆，對你動手？以我對翟嬌娇的了解，她明天絕對會動手。我明天會提前做出安排。好。萧家提亲日比上一次提前了不少，我必須加速攻略翟峰，才能在最後的對決中勝出。明天我只能冒這個險。你來幹什麼？哥，我想請你幫我一个忙。我凭什么帮你？可这事跟娇娇有關。不用拐弯抹角，直接說，我能幫就幫。娇娇剛才找我說，她欠了一個朋友300萬，托我明天去公園給那個人還錢，但我擔心嬌嬌被騙，所以想讓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你確定沒得騙我？哥，這是轉賬記錄，嬌嬌不讓我告訴你們，可我真的擔心她被騙。這嬌嬌平時都刷我的黑卡，而且她每個月有幾十萬的零花錢，怎麼會一下子欠別人300萬？這點確實有點可疑啊。嬌嬌真幸福啊，有花不完的錢，還有哥哥護着。你剛來，爸媽還沒來得及安排，等你過一陣子穩定了，也會享受到這樣的待遇的。真的嗎？啊，行了，明天我陪你去。如果真是騙子，我絕對不會放過他。明天只要攻略下翟峰，就是我對翟嬌嬌真正展開反擊時刻。你確定是這個地方？嬌嬌跟我說的就是這兒。哈哈，等候你們多時了。你們什麼人？要你們命的人！怎麼會這樣？嬌嬌跟我說，讓我到這來還錢。這明顯是算計你。難道是嬌嬌她？不可能，嬌嬌不是那種人，這裡邊肯定有什麼誤會。大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先衝出去再說。秦霄安排的人怎麼還沒來？這可是要出人命的。大哥沒事吧？沒事個屁呀！2爺下了死命令，肯定不讓他們活着離開。追！你能不能快點？哥，我跑不動了，你自己跑吧。要是我死了，看在我是你親妹妹的份上，記得替我報仇。收下你，我還是人嗎？哥，我真跑不動了。少爺，看在我們也是為錢家效力的份上，放我們一條生路吧。你們是我二叔的人，跟我可不是一路。阿九，給我全部拿下。可惜我二叔第一心腹秦鐘這次沒來，要不然勢必讓他勢力燒盡燈火。哥，剛剛真是謝謝你。少廢話，趕緊報警，一會兒他們追過來了。小心！声月，声月，声月，声月！哥，不要管我，要让秀秀跑了。声月，我刚刚看到什么时候？好像是徐斌。徐斌不是在監獄嗎？徐斌可是嬌嬌最重要的心腹，如果兇手真的是徐，那這件事情很可能跟嬌嬌有關。聲月，聲月，聲月，你千萬不要有事，否則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只要你能夠平安，
我保證以後再也就不凶你了。医生，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情况不乐觀，你要有個心理準備。醫生，你一定要全力救治他，無論多少錢我都願意出。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他傷到了頭部，即便是保住了性命，也可能會變成植物人。我們只能盡力。怎麼會這樣？盛月為了捨命救我，我平時還那樣對他，真是個混蛋。凶手還在逍遙法外，你在這自責有什麼用？秦少，你知道凶手是誰？知道，翟娇娇。怎麼可能是娇嬌？你翟峰，你親妹妹冒死保護你，現在生死難料，你卻還在護着那個陰險女人。秦少，我不能沒有證據就無憑無故的冤枉嬌嬌啊！你要證據是吧？這是我對翟嬌嬌的調查。今天追殺你們那批人是我二叔的屬下，而翟嬌嬌是我二叔的乾女兒。你心目中那個善良清純的妹妹，卻是心機深沉的幕後黑手。秦少，嬌嬌雖然犯下很多錯誤，但是沒有直接證據就可以證明是她要害死我和聲月呀。看來聲月冒死救了你，相當於餵了狗。秦少，我不能拿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就直接給嬌嬌定罪。我有意見，可以讓兇手自動現身，但是需要你的配合。沒想到翟聲月這個賤人竟然把我哥拉了進去，而且秦霄還摻和進來。不過還好我留了後手，讓徐斌伺機而動。就是不知道翟聲月這個賤人死了沒有。哎呀，哥，你沒事真是太好了，我擔心死你了。沒事，是聲月救了。啊，哥，那我姐她怎麼樣了？沒什麼大礙。醫生說他驚嚇過度，昏迷了過去，應該明天就能醒過來。什麼？哦，我就是聽說我姐沒事，太高興了。哦，對了，聲月看到了兇手的臉，只是沒來得及說，就昏迷了過去。等他醒過來，就會告訴我兇手是誰。啊，哥，我姐她住哪家醫院哪個病房呀？你問這個幹什麼？哦，我就是想明天去看一下姐姐。魔都第一醫院518病房。行，那我明天就去看看姐姐。娇娇，你別去了，明天就是你的婚禮，你好好休息。休息。徐斌，你個蠢貨！翟聲月他現在只是驚嚇過度，根本就沒事。可我明明把他撞飛出去了。現在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呀？我哥說了，他看到了你的臉。如果等他醒過來，我們就危險了。這樣，你明天再去冒一次險。魔都第一醫院518病房。可姐，老子把你撞成那樣，你都沒死。不過今晚就沒那麼好運了。徐斌，果然是你！我說我把翟聲月撞成那樣，他都沒事。原來這一切都是你們給老子設計的圈套。你錯了，在聲月昏迷之前，我們就已經知道你是兇手。我們這麼做，只不過想調查出真正的幕後真兇是誰。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只是看他不順眼，我才對他下的手，跟其他人無關。可是這個房間號，我只告訴過嬌嬌啊。你行了，你不用說，你可以為聲月去死。
徐斌，你弄死那个贱人了吗？我哥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一定要处理干净点。喂，徐斌，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真正的认识翟娇娇啊！你这是当局者迷。上一次翟家认亲宴，大家都看得出来，翟娇娇故意陷害声月，只有你还在护着她。我现在才意识到，声月当时的处境有多艰难。这要换作是我，早被翟娇娇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了。声月小姐醒了，你们赶紧进去看看吧。好险，差点把命搭上。好在应该成功攻略了我哥。翟娇娇离着成为孤家寡人不远了。声月，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哥，你这是在关心我吗？我不是在做梦吧？声月，哥之前糊涂，相信了翟娇娇那个恶毒的女人。从今天开始，哥只有你一个妹妹，那就是声月你。以前在山里的时候，我老是被人欺负，有一次被打到吐血，半天站不起来。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是有一个哥哥保護我就好了。沒想到，如今願望成真了。聲月，哥對不起你，等你回去之後，哥好好補償你啊。徐斌接通電話，為什麼不說話呢？難道他失手了？為什麼翟聲月回來之後，我每件事情都這麼不順？就好像有一隻無情的大手把我推向深淵。嬌嬌啊！啊，爸，你找我什麼事啊？啊，沒什麼，就是聽你房間有動靜，我來看看。啊，我這不知怎麼着，一想到要跟雲哥結婚，就有點睡不着。嬌嬌啊，別給自己壓力啊！等你嫁到蕭家，也算是我們翟家的大功臣了。行了，早點休息吧啊！對，只要我嫁到蕭家，現在面臨的問題都算不了什麼，最終勝利依舊會屬於我。聲月，你傷勢太重了，不要逞強，實在不行，我一個人去吧。哥，嬌嬌隱藏得很深，你一個人回去可能鬥不過她。也是，把蕭翟兩家玩弄於股掌之間，還跟魔都有着最大野心的秦明有着特殊關係。我跟她生活了20多年，竟沒有發現一點端倪，我還以為她是個清純善良的姑娘。哥，時間差不多了，帶上所有證據，推我回家。好。也不知道聲月醒了沒。聲月有小芬照顧，你就別擔心了。今天最重要的是兩家的聯姻。你心裡就只有家族利益，連自己親生女兒的傷勢你都不關心。諸位，感謝大家的捧場。今天是我的小女和蕭家大少蕭雨。聲月，聲月，你還能醒過來，真是太好了。把這懸着的心終於能放下了。媽，你放心，我沒事。對了，那個兇手找到了嗎？找到了，就在上面。小峰，你在亂說什麼？台上就你爸和嬌嬌，兇手怎麼可能會在上面？沒錯。這次差點害死聲月的兇手就是翟嬌嬌。小芬，今天可是你妹妹的大喜日子，你在這兒鬧什麼呢？哥，我怎麼可能害我姐呀？肯定是有人嫉妒我嫁入蕭家，故意誣陷我的。翟嬌嬌，你到現在了還在演戲。哥，你說什麼我也聽不懂呀。你之前不是最疼我了嗎？怎麼現在連我說的話你都不信呀？小峰，這可是關係到嬌嬌一輩子的事兒，你可不能亂說呀。媽，你看看這些證據就明白了。
小鳳，这些是真的吗？媽，你別信，這些東西肯定是假的，是有人想借我哥之手毀了這樁聯姻。翟嬌嬌，你做沒做過的，你自己心裡清楚。小范，先把東西收起來，不管你有什麼想法，等今天的訂婚儀式結束了，咱們回家再說。不行，今天必須說。你個逆子，你現在連我的話都不聽了嗎？爸，你或許不知道，今天我也差點没命，不能活着回來。要是不顧一切捨命救我，我必須給他討回一個公道。你要幹什麼？哥哥說我是兇手，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只能以死謝罪。爸，你告訴雲哥，說嬌嬌下輩子再做他的妻子。小范，難道你非要看着你妹妹死，你才高興嗎？不管嬌嬌有沒有錯，她都是你妹妹。今天是她訂婚的重要日子，你就高抬貴手，別再折磨她了。盛月，現在該怎麼辦？無妨，爸爸維護嬌嬌是為了維持與蕭家聯姻，我們就算拿出再多證據，現在也動不了他。如果今天翟家和蕭家完成聯姻，咱們就更沒辦法動他了。那倒未必。你想到辦法了？先把證據交給咱爸，一會兒等蕭雲來了，你就知道了。行，聽你的。小范啊，不管你和申月受了多大的委屈，但畢竟是一家人，到時候等關起門來談，別讓外人看笑話。爸，等你看完翟嬌嬌的所作所為，你就不這麼想了。就算有證據也沒用，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要完成聯姻，翟家和蕭家都得進城。蕭家少爺攜蕭家婚書到。雲哥，你終於來了。盛月，誰把你生成這樣？還不是你未婚妻幹的好事兒。未婚妻？你指翟嬌嬌？除了她，還能有誰？少爺，吉時已到，是否舉行訂婚儀式？翟叔叔，我今天攜婚書一封，魔都豪宅8座，現金8億和奇珍異寶88件，正式向你們翟家提婚。好，好，好，這門親事啊，我同意了。從今往後，翟蕭兩家成為聯姻啊，共同進退。蕭家準備的聘禮還真是豐厚，估計價值幾十個億呢。某些人就只有羨慕。雲哥，我已經做好準備，做你的妻子了。盛月，你願意嫁給我？等一下，妹妹這是要祝福我跟雲哥？姐姐，我可以不跟你爭翟家大小姐的身份，但你不能……妹妹，你這話說的就不對了。我才是爸爸媽媽親生的女兒，翟家名正言順的千金，怎麼能說我搶了你的身份？你是什麼身份？你自己心裡不清楚？我已經跟爸爸媽媽還有哥哥一起生活了20幾年，我早就是這個家的一份子了。嬌嬌，你不用自卑，就算你是保姆的女兒，我們也不會看不起你。我一直把你當親妹妹看待。你看到妹妹這麼開心，我就放心了。尹中代表魔都3大家族之首秦家，快來送上聘禮。秦仲，你好像不在我們翟家的邀請名單之列。沒在邀請名單又如何？我今天是代表秦家而來，難道你能把我趕出去不成？不好意思啊，這裡不歡迎
這就是翟家的待客之道，不請自来也算是客。翟家主，我今天带的这份贺礼是二爷亲自为翟家幺小姐準備的，代表了秦家對翟家的誠意，您收還是不收？秦二爺的好意，翟某心裡呢。不過今天的訂婚儀式是我為我的親生女兒和蕭少舉辦的，跟嬌嬌無關。這賀禮還請您拿回去吧。翟家主，您不是在開玩笑吧？整個魔都皆知，翟家幺小姐是蕭家大少爺的未婚妻，現在怎麼突然變成翟聲月？翟蕭兩家的事，好像跟你們秦家沒有什麼關係。你就是蕭家大少爺蕭雲？正是。二爺曾多次提起，在魔都年輕一代，蕭家大少爺堪稱翹楚。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我蕭雲的為人，還輪不上你們來評，更不需要你們秦二爺的認可。在魔都，秦家地位非凡，你如此公然挑釁，恐怕不太明智。秦鐘，你只是秦家的一條狗，也配代表秦家？少爺，你怎麼來了？你好大的威風啊！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才是秦家大少爺。少爺，我是奉二爺之命前來送你。即便是我二叔親至，也不會有你這般囂張氣宇。少爺，你說笑吧。告訴我，你我之間誰才有資格代表秦家？你是秦家的繼承人，自然是由您代表秦家。既然知道，就別在這丟人現眼，滾！是。哎，你別走啊！聲月，你訂婚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提前告訴我？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是訂婚的主角。秦兄，我妹她確實沒騙你，原本我們都以為蕭家迎娶的是嬌嬌呢。蕭少，好手段啊！秦少，過獎了。訂婚不是最終結果，我相信我還有機會。我尊重聲月的選擇。聲月，祝你幸福。阿九，把賀禮送上，我們走。姐姐，雲哥跟你求婚，你還跟別的男人糾纏不清，我都看不下去了。妹妹，別人喜歡我，我也沒有辦法，不像某些人只會挑撥離間，讓人敬而遠之。姐姐，我可以不跟你爭翟家大小姐的身份，但我跟雲哥青梅竹馬多年，你一回來就把他搶走，我不能答應。雲哥只是把你當妹妹，我想你是誤會了。不可能，雲哥他喜歡我。雲哥就在這兒，你不如親自問問他。雲哥，我跟姐姐，你喜歡誰？雲哥，我跟姐姐，你喜歡誰？雲哥，我知道你其實是喜歡我的，只是現在場合特殊，所以你不方便說，對不對？夠不要臉。抱歉，我的心裡只有聲月，我一直都把你當妹妹看。你聽到了嗎？不可能，我不相信。翟嬌嬌，今天是聲月的大喜日，你能不能別在這給臉不要臉？為什麼會這樣？明明這麼多年，我一直是雲哥的未婚妻啊！未婚妻？那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你問問所有人，有誰真正承認嗎？爸，你快告訴大家，姐姐沒回來之前，我是不是雲哥的未婚妻啊？嬌嬌啊，你先回去吧，啊，別讓大家笑話。憑什麼讓我走呀？明明我才是雲哥的未婚妻，誰也別想把他從我身邊搶走。再胡鬧，就給我滾出去！爸，你之前不是最疼我了嗎？怎麼現在你也不願意還我一個公道啊？翟蕭兩家聯姻是家族的大事，只有我的親生女兒才有資格做蕭家的兒媳婦，而你只不過是一個養女罷了，還不配。而你只不過是一個養女罷了，還不配。爸，我在翟家生活了20幾年，
給這個家帶來了多少歡笑，你都忘了嗎？不管你在翟家待了多少，終究不是我親生女。是不是親生，真的那麼重要？翟娇娇，你盗取了我妹妹的身份，讓她在大山里受尽了苦难，而你享受了20多年的富贵，你现在还有臉在这卖慘？被交換的時候我才剛出生，我什麼都沒有做，我有什麼錯？這一切他不回來都不會造成了。無可救藥。妹妹，你不要再任性，只要你承認錯誤，跟爸爸媽媽還有哥哥認錯，我們都會原諒你。翟聲月，你少在這給我裝好人，都是你奪走了屬於我的一切，我不會放過你的。翟娇娇，聲月是我的未婚妻，你若敢對她不好，休怪我對你不客氣。雲哥，這都不是你的真心話，對不對？你要娶她，都只是迫於家族壓力，是不是？翟娇娇，你現在的這個樣，讓我惡心。不可能，我不相信，你害的人是我，也必須是我。你害的人是我，也必須是我。妹妹，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你現在这個樣子，只會丟我們翟家的臉，還讓雲哥為難。你這個賤人，你去死吧！翟小嬌，你敢！翟娇嬌，這個家已經容不下你，滾！爸，你要趕我走嗎？翟家養了你20年，沒想到卻養出一個忘恩負義的白眼狼。要不是申月和小芬躲得快，早就被你害死了。如果我現在被趕出家門，在秦明那邊也將失去合作價值，到時候恐怕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了。還不快滾！爸，我們好歹朝夕相處了20幾年，你真的這麼絕情嗎？來人，把這忘恩負義的東西給我拖出去！他要是敢私自回來，就打斷他的腿！你放開我！爸，我求求你，你不要趕我走，我求求你了！起來，拖出去！等一下，等一下！爸，我看娇娇也知道錯了，不如再給她一次機會。申月啊，你可太善良了，他差點就害死你，你還為他求情。畢竟是一家人，我實在是不忍心看他淪落街頭。聲月，你這樣放過他，日後他不知道怎麼報復你呢。畢竟人心是肉長的，我相信他有了這一次教訓之後，會改過自新。如果現在把翟嬌嬌趕出家門，我的下一步計劃將無法實施，所以必須讓她留下。既然申月為你求情，你可以暫時留在這裡，但從今往後你不再是翟家的千金。還有那個別墅，你也不允許再繼續住下去。爸，我已經在自己房間住習慣了，換環境我會不適應的。收留你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別得寸進尺。我知道了。這次讓你留下來，完全是看在申月的面子上，還不快謝謝他？姐，謝謝你。翟嬌嬌，什麼態度啊？不必客氣，妹妹。雖然大家都知道了你是保姆的女兒，但我還是會把你當親妹妹一樣看待。翟家上下也沒有人會歧視你。翟聲月，你個無恥綠茶婊！要不是你3番2次提起這件事，誰會關注我是保姆女兒？哦，對了，妹妹，今天是我跟雲哥訂婚的大喜日子，我真的很希望能收到你對我們的祝福。賤人，氣死我了！你奪走我的雲哥還不算，竟然還要讓我當眾給你們送上祝福，你這是殺人誅心啊！沒關係，如果妹妹不願意，我也不會勉強。申月這麼袒護你，你給他送上一句祝福，怎麼還委屈你了不成？姐姐，祝你跟雲哥永結同心，白頭偕老。謝謝妹妹，我們一定會很幸福的。我先去個洗手間。翟聲月，今日的恥辱，他日我必定百倍奉還。
娇娇啊，你那邊的情況我都了解了。干爹，娇娇，不要氣餒，只要你按照我的計劃行事，我保證你能翻盤。上次交代那件事啊，你要加快进度了。但是你说的那件事情實在是太難了。我那個侄子最近正在加緊布局對付我，留給咱們的時間呢可不多了。這樣，我會派阿正輔助你，相信你啊，不會讓我失望。干爹，如果我幫你辦成了這件事，你一定要幫我對付翟聲月。事成之後，蕭家和翟家的命運將會掌握在你的手中，到時候想怎麼做，還不是你自己說了算。好，一言為定。声月，你把翟娇娇留在家里，她就是個定时炸彈，隨時都有可能搞點事情。哥，你知道翟娇娇的真實身份嗎？她不就是保姆的女兒嗎？那你知道她親生父親是誰嗎？這個很重要嗎？很重要，因為她父親的手段可能會讓我們翟家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在魔都，能壓我們翟家一頭的只有秦家二爺秦明，可他不是翟娇嬌的乾爹嗎？翟娇嬌的真實身份就是秦明的私生女，秦明只是礙於身份，暫時不想承認。這消息可靠嗎？可靠。上一世，翟娇嬌就是因為跟秦明父女的關係，才能通吃魔都三大家族，最終坐上了魔都商界女王寶座。哦，我明白了，你把翟嬌嬌放在家裡，就是想把她當做最後對付秦明的籌碼。哥，你想什麼呢？那種卑鄙的手段，我可不屑用。那你把翟嬌嬌留在家裡，到底是因為什麼？盛月，按照你這麼說，這秦明會讓翟嬌嬌這麼做嗎？如今秦明三面受敵，想要翻盤，必須選擇鋌而走險。按照你的計策，秦明只要對雲峰集團動手，他就必定會損失慘重啊！哥，你現在就去聯繫雲哥，跟他一起布局這件事，而我還需要找一個重要的幫手，以確保萬無一失。你是要聯繫秦少？沒錯，想要徹底擊敗秦明，我們必須與秦蕭聯手。可是秦少確實能力出眾，但他未必是秦家的繼承人。還有，他對你和蕭雲訂婚的事兒，好像有所芥蒂啊。放心吧，哥，秦明與秦蕭鬥得你死我活，比我們與秦家的商業爭鬥要嚴峻得多。這樣的機會，他一定不會拒絕。好，那我聽你安排，我先去公司一趟啊。翟娇嬌，兩世的恩怨糾葛，這一次我們就徹底做個了結。秦哥，你還在生我的氣嗎？你想嫁給誰，那是你的自由，我有什麼好生氣的？真的不生氣了？行了，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直說就是。秦哥，如果你现在对抗你二叔，能有幾成勝算？不超過3成。雖然我名義上是家族繼承人，但是家族董事會的成員大多數都支持我二叔，還有那個秦鐘也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將來必成心腹大患。秦哥，其實你的能力已經很強了，要是換做別人，早就被你二叔吃掉了，而你起碼還有3成勝算。多謝翟大小姐誇獎。如果翟家跟蕭家全力支持你，你能有幾成勝算？5-5開吧。啊，在你眼裡，我們兩大家族就這麼弱啊？加在一起也只能增加2成勝算？那倒不是，兩大家族加起來實力肯定超過秦家，但你們只能在外部跟我遙相呼應，內部戰鬥你們根本參與不進來。那如果我有辦法讓你二叔犯一個致命錯誤，在董事會失去信任，再除掉秦鐘，翟家跟蕭家再全力支持你，你能有幾分勝算？盛月，你確定你不是在天方夜譚？盛月，你让安裝的针孔攝像頭我都已經安裝好了。那就好，
這些偽造的数据文件也做得很全面，看不出什么破绽。麻烦云哥把它锁进保险柜里。好。水月，哥，那边安排好人手了，一切都安排妥当。刚刚秦哥也给我发了消息，说他那边也已经完成布局，接下来就等着上钩了。秦钟，今天这件事情，我干爹就只安排了我们3个人，要是被发现了，咱们根本逃不出去啊！翟小姐，咱们这次是盗取云峰集团的核心机密文件，当然是人越少越安全的。那照你这么说，咱们2个去就行了。这个光头特征这么明显，估计一进公司就被抓了。翟小姐，拜托，阿光是司机，負責在外面接应我們。行吧，我制定了最佳的時間和計劃，明天中午行動。好。翟聲月，等我明天拿到文件，你的好日子就到頭了。聲月，要不咱們先去吃飯？現在不行，翟嬌嬌馬上就來了。為什麼是現在？晚上不行嗎？這個你自己問雲哥啊。每天下班前啊，我會開啟辦公室防盜報警系統，晚上不行。原來如此，看來當初家族讓你當總裁是有道理的。現在我們兩個加起來也比不上聲月。來了。你看什麼呢？趕緊幹活啊！我需要確認一下，這辦公室裡面有沒有監控？我跟雲哥相處這麼多年，他辦公室的情況我還能不了解？你放心吧，沒有監控，就一個防盜報警系統，晚上開啟。浪費時間。你愣着幹什麼呢？雲哥馬上回來了，咱們趕緊走啊！這事不太對勁呢，這事不太對勁呢。你傻呀！雲哥馬上要回來了，趕緊走啊！我總感覺咱們這次行動太順利了，仿佛是被人安排好一樣。你覺得順利是因為我規劃的好，換你自己來，估計早被抓了。希望如此，跟我走。你們在我哥的辦公室幹什麼？哎，萱萱，你怎麼來了？這是我哥的辦公室，我想來就來了。倒是你鬼鬼祟祟的。啊，你哥保險櫃壞了，我找個師傅來給他修一下。這麼重要的東西，他會找你？他手裡拿的什麼呀？這個我知道了，你們偷拿公司的機密文件。萱萱，我們怎麼可能偷公司機密文件呢？這位師傅，你把手裡東西給他看一下。哎，好。好，萱萱有危險，快去辦公室。現在怎麼辦？我們做的事都被他看見了，要不把他殺了？留着他還有用，我們走。不要！還是來晚了一步。雲哥，你先別急，我剛剛通知了咱們的人，全力攔截，而且檔案袋裡有定位器，他們肯定逃不掉。放開我家小姐！什麼死的，給我滾！杜哥，快上車！開車呀！杜哥還沒上來呢。你傻呀？他都被抓住了，怎麼上來呀？我們只有先出去才能救他呀！開車！阿忠，沒想到這麼快又見面了。少爺，你怎麼在這兒？你猜呢？這麼全套了。不愧是我二叔手中第一心腹，反應夠快。可惜你永遠沒機會把真相告訴我二叔了。秦霄，你作為秦家繼承人，居然跟外人聯手對付二爺，休了秦家，你對得起你自己身份嗎？都是成年人了，還說這種幼稚的話。我二叔要弄死我，我當然也得想辦法弄死他。如果換成是你呀，也會這麼做的。雲峰的核心機密在我手上，
萧轩也在我手上。翟声月，看你拿什么跟我？靠！你会不会开车呀？掉头啊！好。翟小姐，你看，翟声。我是翟家千金，这位是萧家千金。我看你谁敢亂动！翟娇娇，你不要一错再錯了，趕緊放我萱萱！少废話，不想讓她死，就趕緊讓你的人滾開！声月姐，哥，你们趕紧动手！我不相信这個賤人會對我。翟娇娇，你翟娇娇，有什麼話我們可以好好商量，要麼讓我過去，要麼咱們同歸於盡，沒什麼商量的。讓你過去可以，但你絕不能帶走萱萱。我現在已經一無所有了，你們不給我活路，不想讓她死，就趕緊把路給我讓開！翟娇娇，你看這樣行不行？由我來交換萱萱，你不是最恨我嗎？由我來當你的人質，也算是給你報仇的機會。你又想耍什麼花？我都這個樣子，還能耍什麼花樣？你要是不同意，我這就離開，也算是對萱萱仁至義盡了。如果翟聲月離開，我大概率是逃不出去。就算我弄死萧轩，自己也難逃一死，最終就只會便宜了翟聲月。等一下，我同意你的提議。等一下，我同意你的提議。怎麼，姐姐猶豫了？你是不是沒打算換蕭軒？你胡說！我是自願捨生救萱萱的。這說誰都會說，你倒是做了。這眾目睽睽之下，你要是出爾反爾，這綠茶婊的人設可就崩了。妹妹，我自己這樣過不去，你讓那個光頭過來推我一下。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想耍花招，想把我司機騙過去，沒門兒。哥，你推我過去吧。聲月，嫂子，我知道你的心意，你不必為了我去冒險。聲月，嬌嬌對你很執着，你現在過去，後果不堪設想。哥，萱萱是因為我落入他手中的，我必須要去救他。萱萱和翟嬌嬌沒有深仇大恨，翟嬌嬌不會對她怎麼樣，你放心吧。萱萱是我妹妹，我一定會把她救出來的。翟聲月，你還真是好心機，裝了一波好綠茶，收穫所有人的好感，最後卻什麼都不用做。翟嬌嬌，你也不看自己是什麼東西，還敢在這說聲月？雲哥，我做這些都是被他逼的，我只是為了自保而已。哥，一會兒你推我過去，想辦法制服那個光頭，我自有辦法制服翟嬌嬌，我自有辦法制服翟嬌嬌。聲月，你能制服得了他嗎？可別勉強。我不會白白去送死，你就按我說的做。那好吧。翟嬌嬌，我今天就讓你看看我是不是在裝綠茶。我就在這看着，你要是不敢過來，你就是哥，你要是把我當妹妹，就推我過去。還真過來了，難道是被我刺激到了？反正不管什麼原因，只要這個賤人落到我手裡，一定讓他生不如死。嫂子，你不應該過來的。無妨。翟聲月，我還真是高看你。翟嬌嬌，你現在說說，咱倆誰才是真的綠茶婊？現在誰是綠茶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命在我手裡。那倒沒，你一個殘廢還能跑了不成？動手！萱萱，你找死！你没残廢，我救萱萱心切，就突然站起來。嫂子，我之前那麼針對你，你還對我這麼好，是我對不住你。沒事兒，我知道你是個好女孩，你之前做的那些事都是因為受他挑撥。沒錯，翟嬌嬌才是那個無恥之人。翟聲月，真是到什麼時候都不忘踩我一腳啊！你再對我嫂子出言不遜，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声月，萱萱，你們沒事真是太好了，也算是有驚無險。哥，嫂子捨命救我，以後你可得好好對她，不然我可不答應。感謝。雲哥，你不要被他騙了，他都是裝出來的。到現在了，你還執迷不悟，
你還敢刻意抹黑声月？你看我不收拾！看我不收拾！云哥，你要干什么呀？云哥，这么多年，我可是你的青梅竹马，我是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呀。我要是知道你是一个这樣的人，一天也不會跟你在一起。可是我做的這一切都是被他逼的，千錯萬錯都是他的錯。如果他不回來，他不奪走我的一切，我不會這樣的。無藥可救。哥，別跟他廢話了。他把聲月姐的腿弄斷，他今天也就把他的2條腿弄斷，讓他知道什麼叫罪有應得。好，雲哥，我才是你最愛的女人，你不能這樣對我。我哥下不去手，我來。等一下，翟嬌嬌，我問你幾個問題，如果你如實回答我，我可以放你離開。翟聲月，你別在這假惺惺的給我裝，我不會配合你的。還是動手吧。好嘞。哎，等一下，我願意配合你。等一下，我願意配合你。你這人還真是賤吶！我嫂子好聲好氣的跟你說你不聽，非得拿棍子你才老實。翟嬌嬌，你跟秦鐘盜取雲峰集團價值幾十億的核心機密文件，是受誰指使啊？乾爹是我唯一的依仗，我不能把他供出來。嬌嬌，盜竊跟綁架可是重罪，你那位乾爹可保不了你啊。好啊，原來你是想坑我乾爹。我記得你的乾爹是叫秦明是吧？原來是他，我可沒說是他指使的。那你怎麼說我在坑你乾爹呢？你少得意，翟家跟蕭家馬上就要完蛋了，到時候我會讓你體會一下生不如死的感覺。如果你乾爹拿到了那份文件，雲峰集團或許會損失慘重，可惜你沒有送到他手裡。翟聲月，你現在要是放過我，等到這兩個家族完蛋的時候，我或許可以饒你一命。萱萱，我累了，麻煩你好好照顧小恩。好嘞，你可不許亂來啊！等下我乾爹來了，他不會放過你的。我可沒我嫂子那麼好說話。你剛才綁架了我，現在又威脅我，我可得好好收拾收拾。哎，雲哥，哥哥，你們救救我呀！誰敢動我乾女兒？誰敢動我乾女兒？我乾爹來了，等一下我就讓你們所有人像個狗一樣跪在我面前懺悔。嫂子，怎麼辦？剛才搶怎麼辦？現在就該怎麼辦？好嘞。我的腿！他們都給我拿下！你們誰是這兒的負責人？給我滾過來！盛月，我和阿芳拖着進來，你帶着萱萱趕緊先走。林哥，秦明他只是虛張聲勢，不敢大動干戈，我們去會會他。嫂子，我陪你啊。萱萱，你留在這兒好好照看我妹妹。如果秦明對我們動手，你知道該怎麼辦？嫂子，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顧好翟嬌嬌的腿。秦先生，我是這裡的負責人，不知你有何貴幹？哼，小姑娘，當着我的面打斷我乾女兒的一條腿，你膽子不小啊！秦先生，嬌嬌是我妹妹，她犯了大錯，我教訓一下她也無可厚非啊。我不管什麼理，動了我的人都要付出應有的代價。我不管什麼理，動了我的人都要付出應有的代價。怎麼？你們想跟我開戰嗎？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我們同時撤回人馬。秦先生意下如何？你覺得你有資格和我談條件嗎？秦先生應該清楚，這裡除了我們兩方的人士之外，還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在監控着我。如果事情鬧大，我們誰都逃不過。把嬌嬌和阿忠交給我，我帶他們離開。今天的事兒就此作罷。乾爹，翟聲月都把我腿打斷了，不能就這麼算了。閉嘴！秦先生，你可以帶走嬌嬌，但秦鐘不在我們手上，我們也無能為力。哎呀，阿忠在我那乖侄子手裡有點手了。萱萱，把他帶過來。妹妹，回去記得要好好養傷啊。哼，我們走。可惜了，咱們精心的布局沒能成功。哎呀，咱們就知足吧。這次最起碼救得了萱萱，
還拿下了秦明最重要的心腹大将。我想秦明已经拿到文件数据了。盛元，你说什么？文件数据不应该在咱们文件数据不应该在咱们手中。嫂子，萱萱，你刚刚跟翟娇娇在车里的时候，她有没有什么异常？我好像偷偷看到她一直在翻文件，还偷偷拍照，这就对了。翟娇娇心思縝密，她能想到我们也许会拦车，所以已经提前把文件拍给了秦明。原来如此。我刚刚故意激怒翟娇娇，早就从她的言語中猜出了她留了後手。翟娇嬌這次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但是秦明這個老狐狸，他能相信手中的文件是真的嗎？秦明沒有那麼容易上當，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給他施壓，把他逼到極致，他才會孤注一擲，拿出那份文件來翻身。盛月，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雲哥，你現在回公司，動用一切資源打壓秦明的所有產業，我會讓秦總從內部同步幫助你。好，我們應該以3大家族的名義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魔都商行成立，這樣才能更好的給秦明施壓。然後再把眾多和3大家族交好的小型家族，我們一起孤立他。雲哥，你這個主意真不錯。盛月，能聽到你誇獎，我真的很開心。你們倆都把重要的事幹了，我幹什麼？哥，你也有一個重要的任務。什麼？你去報警。乾爹，你來了。你腿傷成這樣，就不要再動了啊！乾爹來了，我太開心，都忘了腿被打斷的事了。哎呀，嬌嬌啊，你都這麼喜歡看到乾爹啊？乾爹是這個世界上對我最好的人，我懂得感恩的。那翟家人呢？對你不好嗎？我在翟家人眼中只是個替代品，他們稍有不順就會拿我出氣，特別是翟聲月回來之後，我的地位連下人都不如。嬌嬌啊，這些年苦了你了。乾爹，我拿給你的文件你都看了嗎？我看過了。那我們什麼時候對翟家和蕭家動手啊？嬌嬌啊，這件事兒不要着急，我們還得從長計議。我總覺得這件事兒有蹊蹺，讓我調查一下再說。乾爹，我用我的性命擔保，那份文件絕對是真的。我們應該在他們還沒反應過來之前，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啊！哎呀，好了，嬌嬌，乾爹相信。只是啊，這小心駛得萬年船。再說了，現在啊，那阿忠還在我那侄子手裡。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先把阿忠給救出來。乾爹，機不可失呀。好了，嬌嬌，你先好好休息，我抽時間呢會再來看你啊，好好休息。這老家伙魄力不行啊，我得想辦法給他添把火，要不等到猴年馬月，也不見得有機會找翟聲月報仇啊。說吧，我那侄子提他什麼要求？說。二爺，我們還沒來得及跟秦霄商量放人條件，鐘哥就突發疾病去世了。你說什麼？鐘哥死了。是我疏忽大意，害死了阿忠啊！鐘哥名下所有的秦氏股份也全部轉移到秦霄名下了。阿忠的股份是我給的，秦霄憑什麼去接手？秦霄有鐘哥臨終前立下了遺囑。好啊，我這侄子真是夠狠、夠毒、夠果斷，看來是我小看他。秦哥，看來你已經徹底搞定秦鐘了。盛月，我這次可是徹底跟我二叔撕破臉了，你可要對我負責。秦哥想讓小妹要不以身相許？別鬧了，還是談正事兒。說吧，又有什麼壞主意啊？我想要秦家、翟家、蕭家3大家族牽頭，成立魔都商盟。女人，你野心不小啊。秦哥，成立商盟是為了徹底打垮秦明，對你好處最大。
现在翟家跟萧家都同意了，就差你了，可不准掉链子。我想知道这个商盟谁来担任会长？我。不好了，秦总，怎么了？就在刚才，秦家、翟家、萧家三方代表一起出现在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魔都商盟，将在3天后在秦氏大酒店召開商盟峰會。魔都商盟，看來3大家族是鐵了心要聯合起來吃掉我了。不過，他們把商盟峰會地址定在秦氏大酒店，這可就耐人尋味了。秦總，現在不少合作夥伴已經被翟家和蕭家拉攏過去，而且少爺也開始對董事會做出動作。這是一點活路都不給了呀！秦總，你現在該怎麼辦？你先出去，讓我好好想想。以我侄子那高傲的性格，他怎麼會甘願和焦家、翟家聯合？誰有這麼大面子？難道是翟聲月？嬌嬌，你不在醫院待着，跑來公司幹什麼呀？乾爹，他們要把我抓走，你一定要救我呀！小雅，你不要急，慢慢說。就在剛剛，有關部門給我打電話，說我涉嫌盜竊公司機密文件，他們讓我去投案自首，要不然就派人把我抓走。他們竟然報警了，看來這次是要掀桌子。看來我們也要孤注一擲了。乾爹，對不起，我又給你添麻煩了。嬌嬌啊，事到如今，有件事兒是要告訴你了。什麼事呀？以後你就不要叫我乾爹了。啊？嬌嬌是做錯了什麼？你不要我了嗎？嬌嬌，你其實是我的親生女兒。什麼？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當年你母親是秦家的保姆，一天晚上我喝醉酒就和你媽的，後來這件事兒被秦老爺子知道後，他就把你媽趕出了秦家。再後來發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這麼說，你真是我爸？爸，那你為什麼不早點跟我相認？你知道這麼多年我是怎麼過來的嗎？媽媽去世之後，他們所有人都欺負我，我多想有個父親做依靠呀。嬌嬌，對不起，我當年實在是迫不得已才拋棄你們母女的，後來也是因為各種考量才無法與你們母女相認。沒關係的，我知道你也有苦衷，我不怪你。嬌嬌，你放心，爸一定會加倍補償。3天之後，3大家族將會在秦氏大酒店舉辦魔都峰會，屆時將會宣布你的身份，讓你踩着3大家族登頂魔都。翟聲月，你一定不會想到，我才是天之驕傲。當我登上魔都之巔時，就是你跌入地獄的時候。你們3個怎麼都來了？我們3個現在可都是你翟大會長的兵，過來向你匯報工作呢。秦哥，你就別拿我開玩笑了。你那邊準備就緒了沒？只要你未婚夫跟你割不掉鏈子，我能讓我二叔輸的只剩屠殺。程月，秦明已經徹底中我們圈套了，這2天放出的誘餌都已經給他吃了。我準備等商盟峰會正式開始後收網。好，聲月，你交代給我那件事情已經順利完成，這次翟嬌嬌和秦明將徹底失去翻身的機會。走，我們去會場。過了今天，我就是魔都商界人，什麼翟家、蕭家、秦家，通通都只會匍匐在我腳下。嬌嬌，在想什麼呢？爸，我是在考慮翟聲月現在一定風頭正盛，
他現在爬得有多高，待會兒摔的就會有多疼。今天在這兒的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我秦明的女兒。秦總，我們現在就進去。不急，讓他們再鬧騰。嬌嬌要壓軸出場，走。諸位，歡迎大家參加商盟峰會。我宣布，魔都商盟正式成立。商盟成立的宗旨是為了維護魔都商業秩序，鏟除一些魔都商業毒瘤，從而創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經商環境。諸位，經過秦家、翟家、蕭家，還有100多位商界相關人士一致認證，等等。真正的對決終於要開始了。秦明，你怎麼來？不好意思，你不在今天商盟峰會的邀請名單之列，請你出去。哼，年輕人有膽量，你這是在向我宣戰嗎？秦先生，你的意思是要以整個商盟為敵嗎？沒有我秦明的商盟又有何用？秦先生，您說這話意味着不把秦家、蕭家、翟家3大家族放在眼裡了嗎？從今天起，魔都3大家族角逐之勢將會徹底改變。我女兒嬌嬌今天將會成為魔都商界的天。翟聲月，那個位置不是你能待的，還不趕緊給我滾下來！翟嬌嬌，你不會覺得你偷偷拍下從雲峰集團拿走的那封文件，就可以拿捏翟家跟蕭家吧？你怎麼知道？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那封文件是假的。不可能，你一定在胡說八道。你很快就會相信了。翟小姐好算計，連我都被你騙了。秦先生過獎了，這還得多虧你女兒的配合。爸，那份文件真是假的？一份假文件，讓我失去了1員大將和半數的財富。翟聲月，你這個賤人，你真無恥！怎麼有你這麼不要臉的東西？文件在保險櫃裡，他還能跑出來自己騙你啊？爸，那份文件是假的，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呀？嬌嬌，你別着急，我們還有後手，我們還有後手。翟聲月，就算那個文件是假的，又能怎麼樣？你以為這樣就能贏得了我？我跟你說話呢，你聽不見嗎？你現在還不明白嗎？你根本就不配當聲月的對手。你给我閉嘴！今天我才是這唯一的主角，他憑什麼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你說你是主角，你坐在輪椅上吹牛，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活宝呢。可惡！你等着，我要弄死你！嬌嬌，你冷靜一下，這裡交給爸來處理。翟峰，等我登上魔都之巔，我第一個弄死。翟嬌嬌，你別惡心我啊！翟小姐，我不得不承認，以前是我低估的。不過咱們的較量才剛剛開始，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呢。秦先生，咱們的對決不用着急，有位朋友要跟你好好聊聊。誰？我。哪里哪仗？你們怎麼來的？這到底怎麼回事？二叔，就在剛才，集团董事會召開會議，全票通過撤銷你集团董事長一職決議，由我接任。由我接任。什麼？二叔，你年紀也大了，該退休了。不，我才是秦氏集團的董事長。你們憑什麼？憑什麼在我不在的情況下召開董事會，並且撤銷我的職務？秦總，由於你的決策失誤，
給秦氏集團帶來重大損失。根據公司章程，董事会有权利自行舉辦董事会。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如果阿忠还在，你们敢背叛我？二叔啊，这世上哪那么多如果？你败了就是败了。好，好，就算你们把我的董事长一职撤了，我还是秦氏集团最大的股东，同樣擁有最大的話語權。二叔啊，真不好意思啊，你現在不是最大股東了。你說什麼？老趙，告訴我二叔，誰是秦氏集團最大的股東？秦總，現在秦氏集團最大的股東就是秦少了。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老趙，把我的股權給我二叔講講。秦少基本股佔集團股份30%，趙強轉讓10%股份，李旺財轉讓10%股權，收購部分散戶股權，總股權超過51%了。好啊，我的好侄兒，你果然比我更狠，更果決。我秦霄以秦氏掌權人身份，現在宣布無條件支持翟聲月小姐，誰支持誰反對。所有的風頭都被秦霄佔了，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才是聲月的未婚夫呢。不行，我也得趕緊表現一下。我代表蕭家無條件支持翟聲月，若有任何人針對聲月，就是我們蕭家的敵人。諸位，我現在宣布，魔度商盟峰會會長由翟聲月小姐擔任。翟家千金，商盟會長，又得到2大家族的全力支持，翟聲月小姐妥妥的魔都商界女王啊！那個假千金翟嬌嬌真是不自量力啊！她拿什麼跟翟聲月小姐鬥啊？人家在翟家是假千金，卻是秦二爺的親生女兒，身份還不低呢。你看到沒？秦二爺現在都自身難保了，他這個女兒還不知道收斂點，估計很快就要倒大霉了。哎，你小點說吧，人家秦二爺雖不如以前，但收拾你那還是小菜一碟的。爸，你不是答應我讓我做魔都商界第一女王嗎？為什麼冉冉升起的新星還是這個翟聲月？嬌嬌，你要沉住氣，還有後手，我們還有翻盤的機會。你聽聽他們怎麼議論我的，我怎麼沉住氣啊？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秦总，我干得不錯。爸，這就是你說的後手？你是不是搞錯了？我們這是商盟峰會，又不是什麼混混火拼，你叫這些人來幹嘛？嬌嬌，無論用什麼手段，只要能獲勝就行。更何況，現在他們所有的藥物都掌握在我們手中，害怕他們不合作嗎？你說的也對，那今天就先拿翟聲月開刀，讓所有人都看看不合作的下場。嬌嬌，我們只是通過這種威逼的手段拿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們現在不是魚死網破。那也不能就這麼饒了這個賤人呀！等你登臨魔都之巔，你害怕沒有機會對付他嗎？我今天可以放過他，但是我嘗過的苦也都要讓他嘗一遍。看來這些人就是翟嬌嬌跟秦明最後的一仗。他們的行動太快了，咱們的殺手鐧預計3分鐘之內才能到達。無妨。翟聲月，你我終極對決，終究還是我贏了。現在你的命在我手上，你要是不想死，就當着所有人的面給我跪下，就當着所有人的面給我跪下。我跟你說話呢，你聽不見嗎？跪下！你配嗎？這是在找死。翟嬌嬌，你以為我就一點都沒有準備嗎？
翟小姐，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我如果动手的话，你就这2人能拦得住我吗？秦先生，你就这么确定我没有其他后手？翟小姐，我觉得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就不要再装了，还是各凭實力。你这是要提条件了？聪明，3个条件。第一，魔都商盟会长之位要由我女儿娇娇来。第二，我亲愛的侄子要交出秦氏集團所有的股份。第三，雲峰集團歸我。秦先生，您說笑。看來翟小姐是不準備答應我這3個條件了。別說3個，1個都不可能。看來我們是沒得談了。爸，你跟他廢什麼話呀？就應該把他雙腿打斷，讓他跪在我面前。他要是還嘴硬的話，那就當眾扒了他的衣服。翟小姐，我最後再問你一次，那3個條件你答應還是不答應？秦先生，我勸你不要枉費力氣了，我是不可能答應你的。現在你後悔還來得及，過會兒可就說不定了。翟小姐，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爸，你不折磨折磨他，他是不會認錯的。翟聲月，今天我就讓你體會一下生不如死的感覺。動手。上。等一下。爸，你為什麼讓他們停手啊？嬌嬌，我突然有種心驚肉跳的感覺。爸，你可是魔都第1大佬，竟然被一個小小的翟聲月嚇成這樣，你現在不動手，我們之後就沒機會了。嬌嬌，你老爸我這麼多年的直覺從來沒有錯過，如果這次我們動手，可就真的萬劫不復。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失勢了，今天不動手的話，明天他們就要清算我們了。嬌嬌，你這是幹什麼？你要是不動手，我今天就死在這兒。好，我聽你的，我聽你的。動手！全天司辦，所有人都不准動。全天司辦，所有人都不准動。老司長，快把他們抓起來，這些人在行凶。翟小姐，讓你受驚了。還好巡天司來得及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代表魔都商盟，感謝巡天司。哎，保護人民群眾人身和財產安全是我們巡天司的責任。翟小姐不必如此。方司長，這次惡性暴力事件的主兇就是秦明跟翟嬌嬌，他們也是上次盜竊雲峰集團核心文件，還有綁架蕭家千金的策劃者和實施者。方司長，這是相關證據，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當人證，而且我們有監控視頻。翟小姐，這次你贏了，我輸了，這一切都是我指使，跟嬌嬌沒有多大關係，你能否幫他一條生路？秦先生，這件事情會由相關部門來處理，我可做不了主。嬌嬌她是有錯，但還沒有鑄成大錯，只要你不追究，還是可以從輕發落的。姐姐，我知道錯了，我不想坐牢。你看在我們情同姐妹的份上，就饒過我這一次吧。對了，方司長，我忘記了，我還有2個證據，一個是翟嬌嬌誣陷我盜竊，另一個證據是他雇傭殺手殺我和我哥。拿下！拿下！你放開我！我是魔都第1女王，天之驕女，你們今天誰敢動我，我就弄死誰！嬌嬌，脾氣不要這麼暴力，在牢裡好好反思，爭取早日出獄。我今天這一切都是你這個綠茶婊造成的，你要是不回來，我還是翟家千金蕭家兒媳，我生父是秦家2爺，我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你凭什麼自以為是的認為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別人就應該讓給你？我的身份被你冒充了20年，我憑什麼不能拿回來？我不管，就是因為你夺走屬於我的一切。无药可救，带走！不要，放开我！守月，你自从当了商盟会长，架子也越来越大了，见个面都这么难。还有，你每天跟肖家那位一起出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什么感受呢？声月，你来了。我要是再不来，指不定要说我什么坏话了。哪能呢？秦哥，你喜欢我吗？喜欢。那你喜欢我，为什么不大胆跟我表白呢？可你跟萧家的婚约，云哥只是把我当亲妹妹对待。如今翟萧两家大敌已经不在，云哥他不想耽誤，我们昨天退婚了。你们真的退婚了？骗你干什么？